人迹罕至的山村中，突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里面的人不仅装备精良，就连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人见过。只因你穿越成了大秦的九皇，怕死怕累的你，深知做皇帝的痛苦，所以你便主动请缨，去极为贫苦的幽州戍守边关，并且一待就是8年。为了不让皇帝老爹把你调回皇宫，你还天天写奏折，说要誓死守卫边疆，顺带和老爹哭穷，不是要武器装备，就是要点兵。渐渐的，你不仅将贫瘠的山村变成钢铁之都，城中之人更是人手一把诸葛连弩，就连城墙四周都布满神机大炮。正当你将幽州整顿的固若金汤，准备开始享受生活时，但皇帝老爹却瞒着你偷偷来到了幽州，并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将你接回京都，好好享受。陛下，这幽州山路崎岖，为苦寒之地，就算您心疼九皇子殿下，您又何必亲自来这呢？您大可直接派人传命，让九皇子进京便可。你看看仙儿前几天派人给朕的折子，说北边大梁年年骚扰，南边陈齐也是虎视眈眈，连天元山的山匪居然都敢欺负朕的儿子了，还有那漠北一族居然还敢出尔反尔，抢走了仙儿的马匹，如此奇耻大辱，仙儿都忍下来了。他不但没让朕给他调回京都，还找朕要点东西，打算自己打回去。九皇子如此懂事，朕能不亲自来一趟吗？确实如陛下所言，幽州苦寒之地，沿途也多山路瘴气，而又因地处3战之地，民生凋敝，百姓食不果腹。历朝历代哪个皇子来了这里，都是哭着喊着调回京都，可九皇子一来就是8年。狗母彩，驾车不会看路吗？惊扰了圣驾，小心沾了你的狗头。公，您看。一看到外面的情形，王力士惊了，只见远处漫山遍野的牛羊。陛下，咱们是不是到漠北了？漠北全族以放养畜牧为生，每年秋天来临之前都会犯边。混账东西，谁让你把车驾到漠北来的？赶紧走！陛下，这里就是幽州啊！车夫急忙指向路边的石墩，石墩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幽州欢迎您。幽州不是苦寒之地吗？仙儿再不是天天抱怨幽州贫苦吗？这漫山遍野的牛羊，以及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青石板路，就是大秦的帝都城也没有这份大气。此时马车前面的一个护卫瞧见远处走过来的牧民，突然喊道：老舅，是你吗？二娃子，你怎么回来了？这护卫是从虎贲军里面挑选出来的向导，以前就是出生幽州。看着地上已经没气息的牛，二娃子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老舅，要不我赔你点钱？你在这幽州过得也蛮辛苦了。没事，就是一头牛而已，死了就死了，不要紧。老舅，这可是牛啊，自己离家这才几年，老舅就这么财大气粗了吗？你还以为这是以前的幽州啊？瞧见没？那都是咱村里的牛羊。二娃子愣在了原地，这一眼望过去，光牛就有400-500头，至于那羊更是上千。老舅，咱别开玩笑，咱村啥时候这么富了？瘪犊子，说你老舅我吹牛是吧？我告诉你，这些牛都是咱燕王殿下弄来的，瞧见没？这石板路也是咱们燕王殿下带着咱们幽州百姓一点一点修出来的。咱燕王殿下说了，要想富县修路，果然这路修好了之后，外地的商人就开始来咱们幽州了。牛是燕王殿下弄来的，这路也是燕王殿下修的。王力士轻咳一声，那名为二娃子的护卫顿时一悔。老舅，这些年我在外面也混出点名堂，你要不就和我说说，是不是燕王殿下逼着你们修的？还有这路修出来死了多少人？我回去替你告一状。混账玩意，说谁的坏话都行，就是不能说燕王殿下的坏话。你知道你爹娘这些年生病都是谁花的钱吗？都是咱们燕王殿下从合作医疗里面出的钱请的大夫，没燕王殿下，你爹娘的命都没了。老舅，那我爹娘放心，好的很。听着牧民这话，二娃子顿时松了一口气。那这个合作医疗是？这玩一两句和你们这些外乡人说不通，等你以后去城里就明白了。再说这路，我告诉你，你可别出去乱说，咱燕王殿下剥削什么民脂民膏的事情。咱们干着活的时候，燕王殿下不仅一天供我们2顿饭，还有工钱拿，1个月60文。1个月60文，这个是寻常当兵1年才有的俸禄。陛下，不对啊，这工钱对不上啊！这一条青石路修下来，怎么说也要几10万两银子，而一个封地1年的税收才多少？赵崇远也反应过来了，皱着眉头掐指推算，一个亲王1年的俸禄是3万两银子，若是再加上当地的赋税撑死，也就7万两银子而已。就算是他到这边8年不吃不喝，所有的赋税加上俸禄，也不一定够修这么一条青石板路。这小子钱哪来的呀？国王，快过来叫表哥。表哥，老弟，来吃糖。呸，啥也不是，不甜不好吃。不甜。二娃子，别生气，你狗娃弟弟自幼被城里的天苏楼的糕点养的嘴挑了，不喜欢外面的东西正常。老舅，这可是桂云坊的，我花了2两银子买的，就是为了带回来给大伙尝尝鲜，可贵了。你吃我的，我还就不信。4分球洗过了，过来吧。这不好吃啊！
好甜，这裹了蜜了，就是蜜都没这么甜。二娃子眼界小了吧？什么蜜啊？这是糖精，这也是咱燕王自己捣鼓出来的。还有那天苏楼都是咱燕王开的。这几年自从燕王来了幽州，我们的生活那是彻底的变了。一个以前被人瞧不上的苦寒之地，现在都快成了周边的人间天堂了。这也是燕王弄出来的。不过这糖精是什么？我只听说过这糖。你是不知道，这天苏楼生意可好了，不说咱幽州的百姓，就是周边的人都过来，还有那北凉，还有那南齐的人，一个削尖了脑袋要来天苏楼买糕点。就是你吃的这都是天苏楼最便宜的，那最贵的俺们可吃不起。老舅，你说燕王和北凉还有南齐的人做生意？混账东西！我说这小子哪来的钱修这条路，也不和朕说，让朕给他调回京城。搞了半天，居然做起了卖国的生意。要知道，与敌国做生意那是叛国的大罪。自大前立国之时，太祖便立下了规矩，任何封地藩王绝不可与异国做生意。陛下息怒，燕王他不是不识大气的人，既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自己的考量。您不妨先听听。现在咱们日子好了，你倒是怪燕王和北凉、南陈的人做生意了，不做生意怎么养活我们幽州的百姓？就指望朝廷的救济粮，到底是翅膀长硬了，去外面混好了，家里的父老乡亲死活都不顾了。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说燕王一个不是，你老舅我现在就把你逐出族谱，让你成为我们刘家的罪人。你是土生土长的幽州人，你也知道你小的时候咱们村里什么情况。哪年冬天不是要饿死人？赶上个荒年，树皮你都吃不到；要是赶上发洪水，全家老小要饭都没地方。一死儿时的事情，这些年在咱们幽州还少吗？你姐怎么没得？你忘记了吗？老伯，你骂得好，骂得对。我觉得大前当今皇帝也是迂腐之人，非常之时自然要做非常之事。燕王殿下此举就是极好，但自古以来敌国诡计多端，燕王殿下与南陈北凉的人做生意，是想着为幽州百姓着想，但敌国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吧？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坐下来谈情形，而是实力说话。给他们胆子，他们敢吗？老伯，你倒是给我说说。狗娃，把咱家打猎的公弩拿来。好嘞！放牛娃应喝一声，转头向着身后的密林跑了过去。没过多久，一把足有他半个身板大小的连珠弩就被他抱了过来。这是我们打猎用的3珠弩，一次性只能射出3把弩箭，每一个弩箭都能射出300米。而军队里面配置的据说是10珠弩，一次性能射出10把弩箭，射程更是高达500米。我就问你，这一轮连珠箭射下来，那南陈北凉的骑兵能不能冲到我们幽州城下？500米！听着这话，赵重远顿时惊了。大前军队配置的都是制式长弓，射程也就在200米左右，500米那是不可能，更别说是连发。人迹罕至的山村中，突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里面的人不仅装备精良，就连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人见过。只因你穿越成了大前的九皇族，我就知道我说出来，你们这些外地来的乡巴佬指定不信。我操！外挂！这玩意别说是打猎了，就是一个穿着重甲的骑兵被这一轮射下来，估计也要被撞出内伤。更别说战场上还是数百名乃是上千名连珠弩箭的弓箭手齐发，而且还是500米之遥。有这玩意在，别说是仙儿和南陈北凉的人做生意了，就是在干出点出格的事，朕都能赦下而无罪。这要是装备在大前的军队里面，那绝对是大杀器。老舅，我也想弄一把，你知道我走南闯北的遇到的危险可不少，弄一把在身上也能安全不少，不是？我知道，表哥，你有咱们幽州的身份证就行。身份证？什么是身份证？是这个。就这玩意很好弄，大前能工巧匠无数，弄个这玩意还是很简单的。觉得简单是不？也不怕实话告诉你，其实这玩意不止你觉得简单，就是咱幽州隔壁的南陈北凉驻军也觉得简单。结果你猜怎么的？怎么着了？结果都被咱燕王殿下识破，派进来的探子都被咱燕王殿下亲自砍去手脚，做成人质，吊在城头上3天3夜，那血流的把城墙都染红了。那后来呢？一来二去之下，时间久了，那些南陈北凉的探子自然就不敢了。至于那连珠弩的制作秘诀，更是打听都不敢打听。而且咱燕王殿下说了，这连珠弩弄出来的目的是庇护咱们幽州，咱不侵略别人，但是他们要来，咱们也不怕。原话是那啥来的？是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大棒，是做生意还是打，让南陈北凉的人自己做决断。哈哈哈，好一个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大棒。对了，几位恩客，此次来我幽州市，我们是来做生意的。做生意啊？那好啊，
咱幽州别的东西不说，但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倒是不少，啥玩意都有。这几年咱们幽州能这么富裕，可都是燕王殿下捣鼓出的那些稀奇古怪玩意的功劳。瞧见没？这也是咱们燕王殿下搞出来的，在咱们幽州不值钱，但我听说放在外地可老值钱了。听说就是在南陈北凉的那些皇室眼里，都以有咱们燕王殿下弄出的这个杯子为荣。你这琉璃杯哪来的？什么琉璃杯啊，就是一个玻璃杯而已。这玩意在咱们幽州老多了，不值钱。很多不值钱。怎么这玩意在外地很值钱吗？我家尿壶用的都是这个，要不我擦擦给你们便宜点卖给你们。恩客若是想买，去我们幽州城赵氏商行去买便可。那赵氏商行也是燕王殿下开的？对呀，就是咱们燕王殿下开的，而且这赵氏商行可是咱们幽州最大的商行。这个所谓的琉璃杯，赵氏商行里面都有售卖，而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不少稀奇古怪的玩意。咱幽州这几年能富裕起来，多亏了这赵氏商行。是吗？那咱们就先去看看。爹，走了。快，发信号，有大鱼。爹，咱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啊？你懂什么？咱这是为燕王殿下立功，你不想想燕王殿下支撑起咱们这个幽州容易吗？就靠着南陈北凉的那些商人买咱们幽州的货，咱幽州老百姓能这么快过上好日子？可二娃子表哥还在里面，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越是熟悉的人才越要宰，能宰一个是一个，不然怎么有咱们幽州老百姓现在的生活？可那物价整20倍啊！人不狠站不稳，燕王殿下之前说了，就是他老子来了，也就是咱大前当今陛下来了。燕王殿下都说让他老子脱层皮再出去，你表哥算啥？再说了，咱不是搭上一头牛吗？这么说也是。暮色将至，日暮西垂，景帝赵重远一行人来到了幽州城外。当透过窗子看到远处天的尽头，赵重远整个人都懵了。这还是原来的那个幽州城吗？这简直比他们大前成都洛阳还要高大，还要辉煌气派。城墙上下足有20米，别说是边境小城了，就是皇宫的宫墙也没有这么高。王力士此时也瞪大了眼睛，本以为那一路绵延的青石板路就已经是瞎人做到的极限，可现在看来就是毛毛一样，时不时就可以看到那些高大的瞭望塔和一个个隐约能看见的巨型公寓。别说是来10万大军，这就是20万大军攻不下来。陛下，这是金沙啊！这小子是把朕的国库给搬空了吗？陛下，咱国库也没这么多钱啊！有你这么揭老子底的吗？大家准备，贵客上门了。伴随着这人的话音落下，2道红色的横幅从城楼上垂落下。左边的是购物天堂，人间幽州；右边的是童叟无欺，假意陪玩。横批：皇家背书，品质保证。陛下，你看幽州城当真是热情好客，咱们还没到，欢迎的横幅就挂起来了。哈哈哈，到底是朕的种就是这么有想法。几位在下乃是幽州城的守卫，早已知晓几位乃是我大前内地过来的商客，但例行公事，还请诸位拿出我大前文牒，请解下佩刀。这是何意啊？在大前其他地方都是可以带着刀兵入城的，怎么到了幽州就不行了？各位第一次来，有所不知，咱幽州环境复杂，每天都有不少过路的人，要是让人都带着刀兵入城，万一发生了械斗，我等也不好处理。所以为了城内其他商贾的购物体验，还请各位贵客在此解下刀兵。哈哈哈，你这想法倒是思虑周全。其实也不是我们想到的，而是我们家宴王交代下来的，没办法上面有交代，我们也只能照做。随后二娃子等人取下佩刀交给守城的官差，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幽州城内。肥猪已经解除刀兵，通知下去，放心在。知道。陛下，这幽州城可真的是热闹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咱们大前的皇城。是啊，10几年前我逃荒去外地的时候，幽州还是一个破烂的小县城。不说城墙因为年年战乱，早都已经破烂不堪，就是这城里的路一到下雨天那都是烂泥。别说走人了，车都走不动，哪有现在这样啊？这些可都是咱燕王殿下的功劳啊！那是，俺老舅和俺爹娘也都是托了燕王殿下的福。就在几人好奇地打量着幽州城变化之时，一个青年一路小跑地走了过来。我看几位自从进城就好奇地看着咱们这幽州城，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幽州吧？我是本地的，但后来去了外地，这一次是陪我们家老爷来幽州做生意。有本地的兄弟啊，那刚好，咱交流起来方便。几位叫我张三便可，在下是这幽州城的导游，专门负责给外地来客引路，介绍我们幽州风俗地貌。导游？什么是导游？说导游几位可能不知道，但说风信子，想必诸位都知道了吧？兄弟，我家老爷第一次来，现在幽州变化这么大，我都有些认不出来了。这点银子你先收下，接下来可能就有麻烦你多给咱家老爷介绍介绍了。
这钱我不能收。咱燕王殿下说了，作为幽州本地人，咱们有义务为各位外地的来客介绍我们幽州。不要银子，这么好。那是自然，因为你们给的银子，咱们燕王殿下已经付完了。不仅是我们这些风信子，咱幽州城里的大大小小商贩，上到官府的衙役，下到咱们幽州城里面那些扫地的阿姨，都是每月可以从燕王府的账房领取工钱的。听着青年这话，众人这才注意到，这幽州城街道之所以这么干净，主要就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时不时的打扫。好一个老有所养，少有所传，这点子不错。那是自然，几位和我走吧。咱燕王殿下说了，各位第一次来，务必让各位对我们幽州城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有劳了。就在这时，一个老大爷就背着手走上前。几位客人第一次来，牵着马车走不方便，不若将马车放置在咱们这停车场里面吧。停车场？什么是停车场？几位贵客有所不知，为了方便管理咱们幽州城的马车，燕王殿下特地设立了停车场。这位大爷就是负责管理停车场的，只要贵客把马车交给他，他便会帮各位贵客看守马车，就是丢了也会由燕王府统一赔付。而且各位都是来我们幽州买东西的，至于你们买的货物，都会由我们造市商行的人统一帮各位搬到马车上。说着，青年又指了指远处店铺下面那些膀大腰圆的壮汉们。还请诸位放心，马车停放在停车场内，马绝对不会饿着。老汉我在这里就是专门负责喂马的。我们停车场内配备马匹的饲料，都是漠北运过来的上等草料，加了粗盐的，马吃了有力气。老爷，这燕王殿下如此设计，想的倒是周到啊。还行，还行。就在几人刚刚安置好马车准备走的时候，那位大爷却笑眯眯地看着几人。停车费一天80文。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来到了边疆。就在几人刚刚安置好马车准备走的时候，那位大爷却笑眯眯地看着几人。停车费一天80文。众人闻言顿时傻眼了，一个停车费就要80文，80文那可是80个肉包子，10斤粟米。这停车费是不是有点高啊？这已经足够在酒楼里面点个3菜1汤，外加1壶烧酒了。80文不多了，咱这停车场虽然不大，但给马匹使用的饲料都是漠北上等的草料，而且都是早春的头春嫩草。这2年几位客官行走江湖，也知道漠北天寒，草料难寻，那价格自然是高的。可一匹马一天能吃多少草料？就算是牛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几位客官有所不知，咱们这饲料不仅是从漠北运过来的头春草料，里面还有咱们燕王研制出来的各种有益于马匹成长的各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 还有 DHA 以及各种生物蛋白。草料虽然不值钱，但这些可都是天价。听着这一系列陌生的名词，王力士和二娃子几人顿时懵了。这些都是什么玩意？这些呢，都是咱们燕王殿下和我们幽州城几位大师从草料里提取出来。诸位不懂那是正常，因为我也不懂。不过总之很厉害就对了。咱幽州的马天天吃那跑得嘎嘎的快。可是就一匹马也不至于吧？诸位，这就是你们不知道了。这马都是马生的，可为什么有的是汗血宝马、上等骏马，而有的马却仅仅只是下等的奴马？你能说他们生来就注定了3、6、9等马？奴马的儿子一定是奴马，上等骏马的儿子一定是上等骏马。再比如说，咱们大钱的马为什么跑不过漠北的马？每年为了引进好的马种，咱们花大价钱去从漠北引进，可就算是这样，咱们大钱出产好马的概率也是远远低于漠北。难道就是因为这些你们所谓的微量元素？小伙子，你这捧哏做得好，等回去燕王府领赏。刚才那位壮士已经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一切就是因为这些微量元素的缺失。咱们大钱和漠北气候不同，这出产的马料差距也很大。咱们燕王殿下就是看出了这个不同，并且深深的为我大钱痛定思痛，立志要解决我大钱出产不了好马的弊端。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几千上万组对照组马匹的观察和研究，最终发现了我大钱产不了好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微量元素的缺失。所以又经过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苦研究，最终在这些矿物中提取了这些微量元素。经过这几年无数过路的马匹食用下来，别说是马车了，就算是人车了都说好。听着青年这一本正经的胡扯，王力士等人脸上都露出了智慧的目光，虽然听不懂，但感觉好厉害。王大爷，给各位外地的来客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扑哧一声，大爷上衣顿时撕裂。对面街道上几个大汉也站了起来，2人搬着大石，1人拎着铁锤。
这啥意思？一言不合就胸口碎大石，幽州人都这么生猛的吗？打住，这80文我们付。虽然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微量元素是什么，但大爷这身板要是真的挨了这一锤子，那一身结实的排骨指定要碎。兄弟，咱这碎大石就不用了，你给我说说，这是真的有用还是假有用？大爷来，胸口碎大石。就是问一下，你至于吗？兄弟，这碎大石就不必了，这80文我们给。你们第一次来，按照咱燕王殿下的规矩，第一次进城的客人，所有消费一律打5折，这40文还减，恩客拿回去。看着青年手里又递回来的40文，这一次众人又懵了，连胸口碎大石都搞出来了，却只收一半。你们的意思是老朽在坑各位？来，老朽我玩的就是真实。别，有话好说，我信。那你们几位恩客呢？几人连连点头，表示自己相信。诸位恩客可以质疑我，但绝不能质疑我们燕王殿下。那些微量元素若是没用，老朽我会批那一把年纪还给你们。胸口碎大石嘛，老朽活了这么大，难道不怕死吗？看着王大爷掷地有声的声音，再看着他那一头雪白的胡须、雪白的头发，众人突然感觉到一缕缕羞愧，没准自己真的是误会人家了。此时的幽州燕王府内，你一如既往的躺在凉亭下。绿桃，你这剥葡萄不用心啊！刚才你都偷偷的瞧王爷我3次了，你想饿死你家王爷吗？然后好继承你家王爷我的100万家产。绿桃，你用香水了吧？他们说王爷你喜欢这个味道，要不改天奴婢我换个香水。下次不许用了。王爷，这不是您最喜欢的香水味道吗？晚上用。绿桃娇嗔的瞥了你一眼，害羞的像只乱蹦的小鹿，扭头就向着凉亭外面跑去。这水蜜桃能摘了呀！当个藩王是真特娘的舒服，就是皇帝给我，老子都不当。这时胡三兴奋地从院子外跑来，王爷，这次来的是大客户啊！说说吧，到底是什么大客户？80文的停车费，那人想都不想，直接就付钱了。后面牛娃子带他们去玩二狗足浴店，又是一次性付了36两银子。依我看，咱们这一次肯定能大赚一笔。现在牛娃子已经带着他们去咱们赵氏商行了，你在赵氏商行里面摆放的那些宝贝，至少能给咱们宰个10万两下来。什么才10万两？这些年靠着你那些玩意赚来的银子到底有多少？你都没数，都被你花在幽州的城防建设上以及改善民生。王爷，娘娘的信来了。你拆开信封后，顿时懵了，因为信件里面的内容除了养母马皇后一如既往的关心之外，另外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老爹赵重元可能要来幽州了。王爷，您不能走了，小的还没在您身边待够啊！别哭粉你家王爷，我还没死呢。奴才这是舍不得王爷你走啊！行了，别在本王面前吵吵，按照之前准备的方案必施行。胡三抹着眼泪连连点头，赶紧向着燕王府外面跑去。这都哭穷，哭了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忽悠过去。要是那老爹赵重远脑袋一热，治自己一个欺君之罪，那不就完犊子了？你要敢治我欺君之罪，老子就反了。与此同时，赵氏商行内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新奇玩意，赵重远彻底陷入其中。店里的掌柜一边介绍商品，赵重远一边挥手喊买。客官您好，一共是34万3652两银子，按照燕王殿下吩咐的规矩，给您打5折，之后就是17万1826两。老爷，咱们好像也没买什么呀，钱好像不够啊。赵重远看了一眼身旁堆得快看不到人影的二娃子，又看了一眼赵氏商行外面大包小包的整整2架马车，这才反应过来，不是他们没买啥，而是买的太多了。掌柜似乎看出了赵重远的窘迫。客官，你不会兜里没银子吧？这位大哥，瞧你这话说的，这不是看掌柜你的东西太好了吗？咱家老爷看得欢喜，这一不小心就收不住手。没钱就没钱，说什么呢？咱们身上带的银子并没有多少，你看这些银子能买多少货，你就给咱们多少货物如何？你们这种外地客我见多了，兜里没银子还一通乱买。行吧，看在你们第一次的份上，也就算了。王力士顿时大喜，赶紧把手里的7万两银票递了过去。半个时辰之后，看着骤然缩减了一大半的货，王力士二人顿时有些意兴阑珊。二位客官，东西既然已经买好了，那小子就先带人把这些东西先送上马车。有劳了。看着导游和几名赵氏商行的伙计一脸兴奋的样子，赵重远又感觉不对劲。力士，咱们又被坑了吧？陛下，我觉得今天咱们买的是挺尽兴的，唯一可惜的就是银子太少了，这么划算的东西可惜了。那是整整7万两银子，朕的内库才有多少银子？这是2个亲王1年的俸禄，能养活3000人半年的开销。可现在就买了1辆马车的东西，你居然还给我说划算？这账一算，王力士顿时惊了。他们刚刚7万两银子下去了，然后就买了一车的东西，还都是一些看似新奇，实际上造价却并不是很高的东西。陛下，我们被他们给坑了。这逆子坑别人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坑他老子！陛下，那咱退货？退个屁呀！朕丢不起这脸。
说罢，一行人向着停车场走去，但刚走没2步，众人就愣住了。只见大街上到处很多人推着黄泥，有的人忙着给路上倾倒着黄泥，有的人把黄泥涂在那些青砖搭建的墙壁上，还有人已经趴在了屋顶，忙着在屋顶瓦片上铺盖一层茅草。老乡，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是外地来的吧？本地人的事情少打听。人迹罕至的山村中，忽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里面的人不仅装备精良，就连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人见过。只因你穿越成了大秦的九皇局。次日的燕王府外，早已准备好4辆装满玉米烧的马车。就在此时，飞行导游张三又一次出现。二位客官，我是燕王殿下，他来送你们出城的。沿着原路返回估摸着不方便，所以燕王殿下让我带着二位从已经修建好的石板路回兖州，然后从水路运输回雍州。如此一来，最大程度的节省时间。哈哈哈，算这小子有良心。之前来的时候，那路确实太颠簸了，如果继续沿着原路回去，这些玉米烧估计没走到一半就报销了。就在赵崇远二人刚刚坐上马车时，张三的脑袋突然从车帘外面伸了进来。二位贵客，送你们出城到兖州，并不在幽州的服务范围之内，曾会30两银子。赵崇远听后顿时气得青筋暴跳，他自然看得出来是虾人安排的，50万两都赚了，没想到这30两也不放过。赵崇远长舒一口气，硬生生把心底这股邪火给压下来，立誓给钱。老爷，咱们还另欠了50万两呢。赵崇远闻言，只能看向二娃子几人面色一苦，彼此相视一眼，但凑了半天，也才凑了29两碎银子。倒不是他们穷，而是身为宫廷内卫幼士和皇帝陛下出差，谁能想到有需要自己花银子的时候，基本上就准备着白嫖自家顶头上司。一旁的张三一看这架势，估摸着也拿不出钱了，随即对着身后的账房先生吩咐道：永州江南府上的李龙，现燕王府1两银子。这1两银子也要算账，求求你当个人吧。没办法，咱毕竟是在燕王手下当差的，这个总规章制度都是燕王殿下定的。你说给您免了这1两银子，但燕王殿下算起来，我没法补啊。哼，老爷，我不想欠这1两银子。那玉坠可是前几年南陈使臣作为国礼送给陛下的，那可是真正纯天然的祖母绿，外加南陈最顶尖的工匠雕刻而成，价值不可估量啊。等张三心满意足的走后，赵崇远黑着脸看向王力士，回京之后给朕拟一份谕旨，即刻派人800里加急给我送到幽州，就写燕王无道，坑过路商旅，有损我大前皇室威严，着他罚俸3年，以示警戒。陛下，您有没有想过，燕王殿下早就不在意咱朝廷的俸禄了？7辆马车快速地行驶在青石板路上，沿途的村落也都是修建整齐的木屋，家家户户都有牛羊。老百姓虽然还在田间劳作，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看着这一幕，赵崇远的怨念也少了许多。这逆子虽然坑了朕，不过对地方百姓确实不错，不仅是幽州城内的百姓富足，连和兖州交界地带的百姓生活也不错。其实仔细想一想，虾人也没坑他多少，反倒是他坑了虾人50万两白银。一想到自己用的是李龙的假名，赵崇远心底顿时有些得意。和老子斗，你还是嫩了一点。这是出了幽州地界吗？是的，陛下，此去再有30里就到了淇水，到时候我们就能乘船回京了。听着二娃子这话，赵崇远微微点头，心底有些怀念在幽州的日子，那宽敞的马路，那整齐的街道，而眼下仿佛将他从梦境拉到现实。然而还未等赵崇远感慨一回，车辆忽然又停了下来，前方崎岖不平的土路上，一排排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流民挤满了前行的土道。这才是我大前的常态呀！只要有陛下在，一切都会好的。要是会好，就不用整整20年，还要和那帮群臣斗智斗勇了。然而此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阵骚乱。赵崇远定睛望去，不知道何时，那张三已经跳下了马车，在人群里面夹起了一口大锅，每人1碗粥，外加2个窝窝头和1个馕。有力气了就往幽州走，咱燕王殿下随时欢迎各位。此时赵崇远走上前，好奇地问道：世人皆以流民莽于虎，而不敢救荒，为何你们反倒是让这些流民去幽州，不怕给你们幽州惹出祸端？怕什么？咱们燕王殿下最近正捣鼓一些场子，有这些人去了幽州，刚好帮忙。咱燕王殿下说，人口才是第一生产力，有人在那就不缺吃的。张三咧嘴一笑，说完又自嘲道：其实我当初也是流民来着，要不是燕王殿下给我一口吃的，我可能都饿死在幽州城头了。这一刻赵崇远突然有些沉默了。是啊，人口才是第一生产力，有人什么都有，没人什么都没有，可惜有些人他不当人啊。看在你还有爱国心的份上，这玉坠咱就不要了，那1两银子我张三帮你垫了。不用。赵崇远挥手拒绝，天子送出去的东西，哪还有拿回来的道理？嘿，这商人有点意思。力士，兖州的郡王是谁？是齐王殿下。齐王赵哲是赵崇远的第8子，也是赵家人的异母兄弟。原本他的封地不在兖州，但由于其母妃张贵妃的求情及张家在朝堂的势力，最终被封于兖州。兖州虽非极度富庶之地，却是大前的重要粮仓，拥有肥沃的黑土地，适合农耕。且由于幽州作为天然屏障，使得兖州相对免受战乱侵扰。挑2匹快马随我去兖州，另外再叫上几个人随行护卫。那陛下，咱要是转到兖州齐王府，那这些从幽州带出来的东西怎么处理？
让二娃子带几个宫廷内卫随行押送，记得挂上官船的旗子就行。半日之后，兖州齐王府内，一名青年懒散地躺在大厅里面，身边是歌舞成群、身材窈窕、模样貌美的歌姬，随着乐师的弹奏翩翩起舞。本王我在皇宫当了18年的孙子，现在难得到了封地，我想受点怎么了？殿下，小的不是不让您享受，而是外面的人是在等着急呀。您要不先见？见什么见？没看本王我正享受吗？接着奏乐，接着舞啊，都愣着干什么？不就是2个人吗？等本王我享受完了再说。你还接着奏乐，接着舞是吧？来朕就让你好好的舞。父皇，你还知道我是你父皇啊？父皇，你不是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吗？奏乐呀，舞啊！父皇，您来之前，您可以派人提前和儿子说一声嘛，我派人去接你啊。爹，你这是要谋杀你亲儿子啊？今天老子还就是谋杀你了，打死你个不孝子！你跑什么呀？你不是说你在皇宫当了18年的孙子，你有好好享受吗？来，你老子我让你享受！爹，你真的要打死我啊？你小子能跑是吧？赵重远大骂，追在赵哲的后面，他逃，他追，他插翅。力士，把这个逆子绑起来。不是，爹，你来真的啊？一看王力士已经带着绳子走了上来，赵哲顿时急了。王总管，我这……齐王殿下，您就老实点，别让奴才难做。等陛下消了这口气，您也就没事了。你小子不是厉害吗？朕给你3年的时间，朕不希望在大秦境内再看到流民啊！有这事吗？力士，给朕把刀拿过来。父皇，饶命啊！饶命？谁饶了那些百姓的命？朕只给你3年的时间，如果3年内兖州境内还是到处都是流民，你这齐王就不用当了。你不是觉得流民正常吗？老子到时候让你当流民去。啊，爹，我是你亲儿子啊！你再叫一声爹，儿子知道了。别叫我爹，这里只有君臣，工作的时候称职务。是，父皇。另外罚俸3年，以示警戒。父皇，儿臣就指着这个活啊！你不给我俸禄，我吃什么？然而赵重远却看都不看赵哲一眼，挥了挥袖子走出大厅。朕原以为只要勤政爱民，整顿吏治，终有一天会挽回前朝留下的弊端，让百姓生活富足。如今看来，朕倒是把这事想得简单了。没想到朕堂堂大前皇帝，到头来反倒是不如自己的儿子，可笑，当真是可笑啊！陛下，幽州终究是一城之地，而陛下要面对的是整个大前9州28府，其中情况之复杂，远非幽州一城之地所能相比。燕王殿下虽有才华，但若是放在您的位置上，也不见得能做得比您好。赵重远没作声，四周观望了一会，便重新骑上马，向着齐水的渡口赶去。人迹罕至的山村中，忽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里面的人不仅装备精良，就连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人见过，只因你穿越成了大秦的景皇。说吧，你到底是哪边来的？南陈还是北凉？说出来给王爷我见识见识。嘿，哟呵，挺硬气，我就喜欢硬气的人。把他的牙给我一个个拔掉，另外倒点盐卤进去，记住拔1颗就给他嘴里倒点，好消毒，明白吗？明白。继续。是我。没事，继续。我给过你机会，可你自己不珍惜，没办法，我只能让你知道珍惜。我说了。想好了。想好了。温良，南陈的温良。温良，他想得到殿下的神武大炮以及殿下炼铸弩的制作方法，而且他还知道小银本是幽州人士，后来逃到了南陈那边，所以就派小银返回幽州。你是幽州人？幽州全家。我说你们这帮人去了哪里？没想到逃去了南陈。殿下，我错了，你饶我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饶你一次，谁饶那些被你们全家折磨的家破人亡的百姓啊？按照老规矩，砍去手脚，做成人质，挂在城头。咱幽州城内还有多少借着做生意的幌子，实际是南陈那过来的探子？上个月，王爷你让我杀鸡儆猴，杀了2个，现在还剩下5个。把咱们神机大炮藏匿的位置具体在哪？找个机会给这些人透露出去。王爷，你这不是等于说把咱们的底牌先给别人看了吗？你都知道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嘿嘿，这么说也是。赶紧去做，这次王爷我要玩个大的。是。胡三闻言，赶紧向着外面跑去。都看了那么久了，该出来了吧？你不是那个导游吗？是，谁告诉你导游就不能当护卫的？你不知道这年头赚钱难吗？当导游不易啊，只能兼职护卫才能混点饭吃。以后请叫我法外狂徒张三。哟，没想到还真的是一个美人坯子。你说王爷，我是怜香惜玉好呢，还是辣手摧花好？
呸！你个登徒子，要杀要剐随你。哎呦喂，还是一个小辣椒。说说吧，你是南陈的还是北凉的？不过依我看，你应该不是漠北的，漠北的妞皮肤没你这么滑。你个登徒子，本小姐我可不是南陈那般软骨头。还真的是挺辣，不是南陈，那就是北凉喽。也就是你命好，遇到王爷我这个不喜欢辣手摧花的人，不然你就是长得再好看，也是一具死尸。关起来吧。是王爷。赵下人，你个杀人魔，你装什么伪君子？有本事你杀了本小姐，本小姐算你是个爷们。嘿，还本小姐，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世家大族的小姐啊！本王爷是不杀女人，但没说本王爷不打女人。再有下次，别怪我直接杀了你。下人，你个登徒子，你个杀人魔，你居然敢打我！嘿，你张口闭口骂我杀人魔、登徒子的，我打你怎么了？我和你熟吗？不熟。不属我，为什么不能打你？那也不能打。哎呦我去，来了个公主病！训练你当刺客的人，脑子怕是有什么大病吧？你这种人都能在杀手组织里面活下来？王爷，这怎么处理啊？关起来，饿3天再说。得嘞。虾仁，你个登徒子，你不得好死！我你妈！我错了，你放过我，不是真的想杀你，我就是出来玩。他们说你是大魔头，你是杀人魔，所以你就为民除害了，对吧？闷你个头！虾仁直接赏了这女刺客一个脑瓜崩，毛都没长齐，还学人家当刺客，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毛长齐了啊！你知道我说的毛是哪里的毛吗？你个登徒子！关起来！好嘞，我可以给你银票，只要你放了我。求求你不要给我关地牢好不好？我怕老鼠。这特么的到底是哪来的愣头青啊？把我这里当做新手村了。喂，大姐，咱能不能说个事情？我是被你刺杀的人，你是要刺杀我的人。现在你刺杀我没成功，然后你还想求着我给你好吃好喝的，天底下有这么一个理吗？可你也没受伤啊。行了，别说了，给老子关起来！既然你不知道江湖的险恶，那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江湖的险恶。给我把他和10个大汉关在一起，挑那种1、2年没洗澡的，而且还有脚臭的，怎么邋遢怎么来啊！虾仁，你个混蛋，你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我出10万两，你放过我，就当我今天没来过，好不好？我求你了。多少？10万两，只要你放过我。那在我胸口左边的荷包里面，你放开我，我自己拿出来给你。不用，我帮你。有料啊！你个登徒子，你怎么敢？你毁我清白！我要！打住！是你在这里，怪我喽。那你摸我右边干嘛？我左边。刚刚好10万两。现在你能放过我了吗？真的想走？那不行，你可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得加钱啊！虾仁，我杀了你。没钱了。没了。关牢里去。我还有。那你拿了银子，真的会放了我吗？废话少说，在哪里？最后的5万两在我鞋底，你拿了之后，我不求你放过我，但是能不能别把我关到地牢里面？我长这么大，最怕的就是老鼠还有蟑螂，我会吓死的。嘿，还没脚臭哎，不错，乖，这样的刺客多来几次，老子就发财了。那你要怎么处置我？不杀你了，也不给你关牢房了，但你要告诉我，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个愣头青来的？你咋还骂人呢？我你妈！我说，我是听说你杀了我们不少的边军，连陈可里将军都死在你了手里，所以你就傻乎乎的过来了。你咋又骂人呢？说你来历呗。不说。真不说？不说。行，找个房间给他关起来，先饿个3天，让他尝尝社会的险恶。与此同时，幽州与北凉的交界处，六公主找到了吗？没有，周边都寻遍了。六公主回水星，河里找了吗？找了。那山里呢？也找了。哎，完了，咱们怎么和王后交代？哎，齐大人，再等等吧。找到六公主了吗？没，不过有山民说看到一个女子越过我大梁的边境去了幽州。什么？那山民可曾知道那女子的模样？没看清楚全貌，但就看到了一个背影。我听她的描述有些像六公主。完了，彻底的完了！即刻指挥刘天全将军带兵去幽州。你想死吗？你不知道那虾人的厉害，陈知礼大将军都死在了那虾人的连珠弩下面。你有把握对付那连珠弩？那怎么办？现在回京也是死，去幽州也是死，难道我们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等着你我的9族人头落地？那虾人贪财，你我化作大梁的商人，以做生意的名头进去，只要不碰触幽州的利益，不去探查那连珠弩以及那所谓的神机大炮的机密，虾人不会拿我们怎么样。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方式。好像也只能如此了。
人迹罕至的山村中，突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里面的人不仅装备精良，就连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人见过。只因你穿越成了大秦的九皇。咱今天吃啥来着？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咸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对、清蒸八宝猪、江里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卤虾、烩虾、象虾仁、山鸡、兔脯、菜蟒、银鱼。哼，我就不说不吃你这一套，不就是想逼着我报出自己的来历吗？然后好借此敲诈我家人，让我家人给你这个大魔头送赎金吗？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你爱咋脑补咋脑补去，反正我不急，咱慢慢来。反正你饿着，我不饿，我有的吃你没得吃，还只能看着。王爷，这是您最爱的蒸鹿尾，奴婢先服食王爷您吃。哟，还是咱绿桃最贴心。想说了不？不想。想，只要你给我吃的，我啥都说。说吧。我叫齐玉奴，我爹是北凉户部侍郎齐不语，我在家排行第6，所以我爹都叫我六儿。我就是听说你残杀我们北凉的边军，我气不过，所以我就来了。齐不语，你爹是齐不语？对呀，我爹齐不语，恩科6年的进士，祖籍大同府，祖上3代无人为官，出生寒门。等等，你在家排行老几？老6啊。嘿，还真的是老6啊！我感觉你好像在骂我，但是我又说不上来，你到底哪里骂我了？我在夸你是吧，绿桃？对，小姐，我们家王爷在夸你呢。是吗？我也觉得我这老6的排名挺好，我父亲可宠我了。那我现在能吃了吗？胡三，去把咱们王府专门给犯人吃的伙食给端过来。虾仁，你个王八蛋，你又骗我！你不是说给我吃那些吃的吗？怎么会是只有馒头？我不吃这个。爱吃不吃，有得吃就不错了。张三，给他关起来，再饿他个3天，都当了阶下囚了，还公主病，我就专治公主病。是王爷啊，我错了，别讹我呀，别讹我。哪错了？哪都错了。王爷，你缺不缺跟班啊？我可以做你跟班，只要你放我出去，我齐玉奴就是为奴为婢都行。我告诉你，我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就是我父亲都很喜欢呢。王爷来了，文良他们人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等不及了，既然你等不及了，那老子就早点送你去西天。你不是想出去吗？王爷，我今天心情好，带你去看烟花。你也是我让你看着捆，谁叫你捆成这样的？王爷，你不是让我看着捆吗？我熟练了啊！以前咱们穷的时候打劫过陆商队，不都是这么捆的吗？都特么的老黄历了，你还翻出来？虾仁，你居然还干过山贼！嘿，何止干过山贼，俺们家王爷和我还有胡三，还有牛不斗之前可是号称天荡是 F4。你们北凉的那些边军被咱们耍得团团转，愣是找不到咱们。那个陈志礼蠢的要命，满天荡山的找咱们，结果他没找到咱们，顺手把咱们的对手全打没了。低调低调。好啊，你个虾仁，原来你就是那个大盗，我要去报官。你报谁的官？当然，开玩笑。继续把他嘴巴塞住，王爷，我让你给他松绑，谁让你把他嘴里的布给拿下来的？这不是没控制好吗？王爷，温良他们的人来了。来了多少人？还是300多人。不过那温良真他娘的谨慎，每次就是派一点点的人来试探咱们得活力。那牛不斗他们的伤亡呢？老牛这小子精得很，一直躲在王爷你给咱们修的碉堡里面，再有海尔岭附近的几座箭塔的帮衬着，伤亡倒是还没出现，就是有一个兄弟不小心被刘健碰了一下，擦破了一点皮而已。那就好。南陈那边的伤亡怎么样？死了3拨人了，也丢下了几百具尸体。不过那温良一直很谨慎，每次派出来的人手都控制在300人左右，都是以死求赢的炮灰为主力，正规军倒是没多少。这不是问题，只要温良派人来了，那就是动心了。待会传令各方，让那几座箭塔和牛不斗他们放箭的频次降低一点，顺带着故意迈出一点破绽，吸引温良的注意力。距离海尔岭不足2里之外，一处山坡上，侯爷要出动重甲营吗？再这么下去，咱们从京城带过来的死囚快死完了。去附近给我抓300个民夫过来，把我们不需要的铠甲丢给他们，让他们往上冲。侯爷，抓民夫可是大忌，朝廷若是追查下来，怕是……你若是不怕死想上去，我也不是不答应。我这就去。虾仁啊，虾仁，你拿神机大炮给我当诱饵，我也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下得去手。没过多久，接近300多名穿着破烂战甲的民夫，在温良的一道道鞭打声中，不断地向着虾仁修建在海尔岭上的碉堡靠近。
王爷，那温良开始驱赶民夫了，向着咱们的碉堡靠近了，咱们也要射吗？拿平民当炮灰，温良想试探我，那我就成全温良。在战场上妇人之仁，那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通知牛不斗抓紧时间多埋藏一些炸药，他温良想算计我，我不能不报复回去。另外让牛不斗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让他们靠近碉堡，是到收网的时候了。是。片刻后，海尔领碉堡内，兄弟们，那温良要坏咱们燕王殿下的名声，咱怎么办？干他娘的！那咱们就好好的埋好炸药，待会把那帮南陈的兔崽子给炸上天，给咱们燕王殿下出气。侯爷，那些民夫有人进去了，他们的剑阵呢频次减弱了。再看看，派使几个人穿上重甲冲过去。是。随着温良的话音落下，山林之中顿时有10几名穿着重甲的南陈士兵，向着牛不斗等人所在的碉堡而去。他娘的，终于来了！兄弟们，抡起棒子，进来一个敲晕一个，别给我打死了！王爷最近建场子需要不少人手，这些人都是上好的苦力。兄弟们，魏文侯耶立功的时候到了。什么档次也敢抢我的台词？兄弟们，风浪越大，鱼越贵。这一次咱们能抢回多少苦力回幽州，就看你们的表演了。冲进来的重甲兵都被敲晕，随后又故意抛出了几具幽州士兵战甲的尸体。这尼玛都是一群戏精啊！不知道的还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侯爷，差不多了，咱们的人进去了。好，给我上！派一些人过去佯装支援。是。侯爷，我们的人发现幽州那边有大批的人马正在快速的赶过来，应该就是虾仁的援兵无疑了。速速通知下去，全军压境，争取在他们所有援兵赶到前拿下那座碉堡，拿走里面的神武大炮。是。王爷，南陈那边发动总攻了，距离牛不斗他们所在的碉堡还有不足800米、700米、600米、500米、400米、300米。王爷，他们已经进入咱们埋伏炸药的范围了。牛不斗他们撤出来了吗？除了几个本就患有绝症、自愿赴死的老兵之外，其余的人全部从地道里面撤出来了。后代那些老兵的家人，他们妻儿父母，日后所有一切的开销，全部由燕王府承担。城内所有的生活物品，一律对他们的父母妻儿免费开放。是王爷。王爷，200米了，100米了，给我炸！炸死这帮狗娘养的！ No！ 虾仁，你该死，你该死啊！回去。谁？你到底是谁？出来！在暗中放冷箭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出来！你到底是谁？求求你，别折磨我了！要杀要剐，给个痛快！你不要杀我，有什么话好说？我是南陈齐国公之子，只要你不杀我，我父亲会花大价钱赎回我。我以为温侯爷是个汉子，会选择自我了结，没想到也是一个软骨头啊！玉奴，你怎么在这里？ 呸！谁是玉奴啊？你不要和我套近乎啊！我可不认识你，王爷，我可不认识他，你别听他瞎说。这特么的还能这么玩？王爷，咱们接下来咋办？找一个活口放回去，让他给咱们带信给南梁，让温子恒准备50万两银子赎回温良。王爷，您真的打算宰那个温子恒啊？可他毕竟是南陈的齐国公，我怕。怕什么？风浪越大，鱼越贵。他温良有靠山，王爷我没有吗？胡三，小的在。 节奏者，王爷，我想想怎么说。爹啊，不好了，出大事了！天降陨石，直接把南陈的边军给砸了，死了1万多人啊！那场面老惨了。儿子，我本想趁着这个机会来一手回手掏，好好出一出之前的恶气，但奈何势单力薄，不敢出城。怎么办？都5天了，还没找到六公主殿下。要是时间久了，陛下那边知道了，咱俩这小命可就完了。 别说话！你现在这么急，之前你干嘛去了？要是真的找不到六公主殿下，老子第一个和陛下坦白是你的责任。2位客官，今日的房钱结算一下，晨会10两银子。2间房1天的房费10两，这特么的啥主啊？客官，您要是不想结账的话，那按照规矩，小弟我也只能给您办理退房了哦。那怎么可能呢？我们2人还没选到心仪的货物呢。那给钱吧。 陈慧，您嘞？那个麻烦您把我们的2间房退1间，从明天开始，我们2人住1间就行。住1间？哦。哎呀，早说你们是这个关系嘛，有什么的？我做店小二这么多年，啥没见过哦。实不相瞒，其实咱们燕王殿下当初设计这座酒楼的时候，考虑到2位客人的这种情况的哦。 只要2位肯加钱，小弟可以给2位单独安排1间隔音好的房间，而且绝对保证不会有人打搅2位。你看2位要不考虑一下，绝对安全哦，各种设施都有的哦。
算了算了，我们二人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二位客官，我懂。若是有需要，随时找小弟哦，小弟随时可以给二位开房，保证安静，绝对隔音，而且没人打扰的哦。老夫这一世的英名就这么让你给毁了。你若是有钱，你大可自己去开一间房啊，一天5两银子也不贵。没银子这几晚就老实点，不然你睡大街，我可不会管你。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喜欢这么刺激的。地震了，快跑！哪有什么地震，大惊小怪的。我看你是活的年纪越大，胆子越小了。老夫这是防患于未然。楼上的客官不要怕，这是咱们幽州城特有的神机大炮的声音。眼下南城的军队正在冲关，有燕王殿下在，他们过不来，而且诸位都是过路商旅，此事与你们无关，诸位莫要担心的哦。南城军队冲关，公主，开城门！燕王来了，不纳凉。那是赵侠人。应该是吧。胡三，这特么谁弄的口号，搞得老子要造反似的。王爷，您不满意吗？满意个屁，换个。得嘞。王爷，我爱你哟，撒拉嘿。王爷太酷啦！王爷，奴家今晚洗干净等你哟。王爷，我娘和我说了，等我爹死了，我娘就嫁给你。王爷，我媳妇和我说好了，145去你家，246回我家。王爷，我老娘今年80了，她好中意你啊。我尼玛，还是上一个吧。老七，我好像看到咱们公主殿下了。哪里呢？哪里有啊？那个，你说的那个是咱家的六公主殿下。你觉得除了咱们家六公主殿下心能这么大之外，还有谁会被捆成这样，还能那么开心的？老七，你点子多，你拿点主意吧。万一六公主有个3长2短，咱俩九族的脑袋可就全没了。我拿个屁主意啊！我心也慌啊。老李，你身上还有银子不？你要银子干啥？能不能别特么的总是问要干啥？我就问你有没有。你要是没银子，咱俩现在就回汴京，然后一人准备一口棺材等着砍头。有那么一点。娘来，聊聊吧。聊什么啊？没想到这蠢丫头打扮起来居然这么好看的。不会吧，不会你真的爱上本小姐了吧？爱上你，就你那飞机。虾仁，你流氓！谁让你这么有料？怪我喽！你还说？好了，不说这些了。问你个事。你说。张三，小的在。去厨房。别，有话好好说。你这人正是奇怪，上一瞬还眼神怪怪的看着我，后一瞬就这样。有吗？我这叫不为美色所动。是吗？那王爷喜欢这个吗？瓦塔啊，又弄啥嘞？大人，好看吗？好看。那大人可以让奴家自己出去吗？奴家被关在这里好无聊呢。呵呵，不行。你个死人头，本小姐都这样了，你还是不让我出去？苍天啊，大地啊，你杀了我吧，我都快被逼疯了。行了，别哭坟了，再哭本王就要被你哭死了。你想出去可以，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啊，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叫祁玉奴啊，我爹是祁不语，大梁户部左侍郎。真的？你一个户部侍郎的女儿怎么会认识温良？而且那温良还是第一眼就给你认出来了。哎，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那我也就实话和你说吧。其实我认识温良，那是在一场皇家宴会。别水自述，会挨骂，挑重点的说。其实我就是和温良见过一次了，他想追求我，但我瞧不上他，所以温良这一次突然袭击我幽州边境，是因为你？那不是，我和他可一点都不熟。我觉得也是，毕竟舔狗不得好死。啥是舔狗？呵，你不用懂。你这人真奇怪，总是会说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词。那我可以出去了不？可以。嘿嘿。绿桃在呢，王爷。说话间，绿桃已经带着铁质的镣铐走了上来。你说你是堂堂一个朝廷从2品大员的女儿，就这么让你出去了？万一你逃了，那我血亏。毕竟温良国公的儿子都值50万两银子，而你堂堂户部侍郎的女儿，就算不值50万两，30万起码值的吧？我不是给你抢去了15万两，那这不是还差15万两了吗？所以你要不？你这人能不能讲点道理？我好歹也是2选1，我带。从今天开始，你有2条路。第一条路，写信给你爹，让你爹筹集15万两银子，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另外就是你在我燕王府打工，什么时候凑够15万两，什么时候就放你自由。燕王府丫鬟俸禄多少？绿桃，祁小姐，其实咱们燕王府的丫鬟是没有俸禄的。
啊，没俸禄，这不就是苦工吗？还是没工资的那种？其实咱们燕王府的丫鬟没俸禄，并不是说没银子，而是咱们燕王府乃至整个幽州城的所有人俸禄都是统一由幽州每年营收的总利润到年底按劳分配的。正常的丫鬟差不多一年是100两银子左右。这么多？七小姐，其实100两银子对我们来说不少，可是对你来说，100两银子一年，10年是1000两，100年是1万两，那是5万两，就是天杀的吓人啊！老娘和你没完！从今天开始，你就叫老六。老六，绿桃姐，老六是啥意思？为啥我总感觉虾仁他在骂我嘞？老六就是脑袋不太好的意思。虾仁，我要杀了你！2000两，800两，1900两，800两，1800两，800两。不是，掌柜的，我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啊，还是紫玉，雕刻的这工匠可都是1等1的大师，你这给的价可未免也太低了。对不起，咱这里能给的价只有800两，客官爱卖不卖。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别的当铺。对不起，咱幽州城只有咱这一家当铺，您爱当不当？你这是黑店。对不起，客官，您这话就说错了，咱这不是黑店，咱这是直属于燕王府的当铺，咱这叫垄断经营。您可以选择当，您也可以选择不当，一切的决定权都在客官您自己手上。当真是有什么主子就有什么奴才，虾仁黑，这帮手下更黑。当然，那是老朽的传家宝啊，还是从我太奶奶那一辈传下来的。到了这都快100多年了，你就800两银子给当了。我太奶奶知道，非要从坟里面爬出来弄死我。鸟袋重要还是传家宝重要？老的，当然。得嘞。和田玉籽料还是大师雕琢，这一转手价格至少翻4、5倍，果然还是咱燕王殿下高瞻远瞩，啥店都只搞一个，直接从源头上断了外地人货比3家囤货齐居念头。还有没有？没了。银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老的，知道就好。全当了，你给个数。你特么的就抢老夫的传家宝，你为什么不当你自己的？我又没有宝贝。那脖子上那观音不是？那是我和我夫人的定情羡慕。哎呦喂，你这老匹夫怎么上手抢了？当了，最低价。哎呦，卧槽！去呢，和老子来，眼下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不是，有话好好说，别打了行不行？就你俩这身高，加起来腿脖子都够不到墙角跟的，还敢学人家翻墙入室啊？谁给你们的勇气啊？梁静茹吗？这不是练手吗？谁知道一不小心就翻到了燕王殿下的府邸。要不您让我们再翻一次，我们保证不翻燕王府了，可好？就在此时，绿桃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快跟我走，有人刺杀王爷！什么？你们几个看好这2个毛贼，等我先去王爷那边看看。人迹罕至的山村中，忽然出现一座钢铁堡垒，里面的人不仅装备精良，就连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人见过，只因你穿越成了大秦的酒皇。谁特娘的让你救我的？你不是说你不会武功的吗？老子说我不会武功就不会嘛！老子要是没点身手，当初怎么在那个蠢货陈之礼手底下逃出来？王爷，给老子留活口！老子倒是要看看谁本事这么大，居然能把人安排进我幽州城。是王爷，你又骗我！闭嘴吧你！这时候还在意骗不骗的事情，你心可真大！方大夫，快救他！王爷你别急，王爷，七小姐这伤势虽然深，但好在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把伤口缝合了之后，吃一些药就没事了，不会影响到日后的活动。那就好，方大夫，奇遇弩我就交给你。至于后续所需要的所有药，你直接从药房里面拿。如果缺少什么，你直接去赵氏商行里面取。所有的花销算我的头上。王爷，您客气了，这是老朽应该做的。虾仁看了看已经有些昏厥迹象的萧玉奴，深吸一口气，走向房间外面，脸上已经带着前所未有的冷色。王爷，问出来，到底是谁干的吗？他们的嘴很硬，一个都没说。拿刀过来。说说吧，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又是怎么混进我燕王府的？呸！来人，把他们都拍下来。哟，王爷，你这手机像素不错。这是我在转转买的，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要3400，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而且转转上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品质有保障。一般的二手保修期都很短，但转转跟新品一样，直接保1年。上面的联想小新 A14 也只要1800。我准备发了工资就去买一台。是条汉子啊，可以。呸！我就喜欢汉子。王爷，没事。我就喜欢汉子。你不是汉子吗？你喊什么啊？汉子是不能叫的。
我说不，你不想说。杀了我，求你杀了我！不，你是汉子，我说过我不杀你。还有谁是汉子吗？出来，我最喜欢汉子了。我们是南城的人，是齐有权放我们进来的。混蛋！王爷，我就是一时财迷心窍，不是真的想出卖王爷，王爷饶命啊！你觉得该怎么处置？夷三族齐有权领旨。那带下去吧。是王爷。王爷饶命呀！王爷，看在小的多年伺候您的份上，您就饶我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能聊聊了吗？能，王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派你们来的？刘三元还是陈全？是温子恒。温子恒有意思，当真是有意思。去把温良带过来。没过多久，穿着一身囚服的温良顿时出现，被张三带到了虾仁的面前。虾仁，你要是有种就杀了我。是他吗？是他。什么是我？你不用知道为什么，看见没？这都是想救你的人，你说我该怎么办？救我的人。你敢动自己，国公也知道了，绝不会放过你。不是老子想杀你，也不是老子想折磨你，但奈何你那老爹他不放过我啊！给了他机会，他自己把握不住，还要派人来杀我。没办法，我只能成全他了。我爹，别杀我，别杀我！只要你不杀我，一切好说。我舅舅是南陈当朝的皇帝，只要你不杀我，就算我爹不救我，但我舅舅一定会救我。没用，就算你舅舅是老子他爹也没用。把他们所有人都给我做成人质，挂在城头，我倒是要看看谁再敢。是，给我查查，除了齐有权外，燕王府还有幽州城，到底还有多少吃里扒外的东西？一个都别放过，有一个杀一个。王爷，这件事你放心就好，我张三肯定会处理的妥妥当当，绝不放过一人。南城边防大营，报刘副帅、陈将军出大事了，那虾仁把温侯爷他……你特娘的倒是说啊！侯爷他死了。完了，你我的仕途到此为止了。温良之母，南陈的长公主，权势滔天，是南陈当朝皇帝唯一的妹妹，深得南陈皇帝信任，在南陈的权势还在齐国公温子恒之上。怕什么？这件事是他温子恒让咱们做的。若是那个疯女人追究起来，也是找他温子恒去，与咱们二人有什么关系？即刻修书，派人800里加急送回京都，将此事禀报陛下，一切由陛下定夺。是。燕王府内，齐玉奴已经醒来了。齐大人、李大人，你们……公主殿下，我的身份，我不是故意。好了，不说这个，你回去吧。你刺杀我一次，又救我一次，既然如此，那你我就两不相欠了。这是当初你的15万两白银，你拿好。齐不语和李芳如听着虾仁这话，瞬间大喜过望。公主殿下，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绿桃姐，他虾仁凭什么赶我走？我要是不走呢？萧小姐，既然王爷让您回去，您最好还是回去。王爷此举也是为了你好。为什么？因为王爷杀了温良。什么？王爷杀了温良？所以请萧小姐、齐大人还有李大人尽早离开咱们幽州城，否则若是起了刀兵，你们北凉参与进来的话，王爷能看在萧小姐替他挡了一刀的份上，放你们3位回去，自然也能因为你们北凉人参与进来而拿你们祭旗。大胆！你一个小小的丫鬟，有何资格敢对我们如此说话？莫不是你以为你们大钱真的能够抗衡我北凉和南陈联手不成？李大人，先不说你眼下脚下所站立之地到底是何处，就说你北凉大将陈之礼如何死的，你们自己心底不清楚吗？需要我绿桃一个丫鬟来提醒你们吗？绿桃小姐，李大人就是读那些诗词歌赋读坏了脑袋，说话的时候也没个轻重，还请绿桃小姐见谅。无妨，都是看在萧小姐的面子上而已。她一个丫鬟，如何敢对老夫堂正3品的大员如此？李大人，你是北凉的官，你那所谓的正3品大员在这里屁都不是。你要是不想连累公主殿下，你就赶紧闭上你这张臭嘴。你还不服气？8年前虾仁来的时候，幽州什么样子？现在幽州什么样子？你以为他敢杀温良，就没有想过后面可能面临的局面？李芳如啊，李芳如，你少读点你那些圣贤书吧。齐大人，你说虾仁是不是喜欢上我了？妹子，这么多年了，咱就是喜欢喝你熬的鸽子粥。可不是嘛，这鸽子可是你儿子不远千里从幽州飞给你的，你心也真大。咱家老九都在信里说了，他抓了温良，让你派兵过去支援，可你倒好，到现在一句话不说，还把咱家老九给你的信鸽给吃了。你说你这是当爹的吗？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咱就乐意了咋地？他悄悄，他那是找朕帮忙吗？他那是怕自己都不住，找我给他撑腰。还有，你不是不知道那幽州都富成啥样了？结果你那好儿子咋说？事成之后，那南陈温子恒的属性，他还要和我3、7分，他老子我拿3成，他拿7成。陛下，大事不好了！燕王殿下把那温良给杀了。
什么？这小子净给朕捣乱！朕本想夸一夸他，没想到转眼之间就给朕捅出个这么大的篓子。现在是什么情况？王力士神色凝重地将这几日大秦内卫从幽州城探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赵崇远。那温良死了也活该，还有那狗日的温子恒，居然敢派人刺杀老子的儿子！你即刻通知下去，让我大秦在南陈安插的暗桩给他温子恒找点不自在。是陛下。崇远，我觉得与其等着南陈和北凉勾连好了，我们再见招拆招，倒不如直接敲山震虎，将驻扎在兖州的天甲军和驻扎在青州的洛水军调往幽州，以此震慑南陈和北凉。我觉得可行，不过在此之前，咱还是要去幽州一趟。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派来的钦差来到了边疆。王公公啊，你可总算是来了啊！你再不来，我就要饿死了。青天大老爷啊，你们可终于来了，咱们幽州苦啊！咱家并非王公公，咱家名为吴亦藩，阁下是认错人了啊！哭错了啊！您是燕王殿下。哎，是我啊，吴公公啊，你可总算是来了啊！您要是再不来，我们这幽州的百姓就要饿死了啊！大人啊，你们可总算来了，这幽州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王府都已经2年没给我们发俸禄了，你一定要救救咱们幽州啊！大人啊，您行好，赏点吃的吧，我都10几年没吃东西了。不行了，我要饿死了，快给我吃的，给我吃的。王爷，这是咋了？咋就成这样了？这城外的路不是修得好好的吗？比陛下的皇宫还气派啊！哎，吴公公有所不知啊，咱幽州实在太穷了啊，就指望着吴公公您大义能救救咱们幽州的老百姓呢。树皮，我的树。行了，都别哭了，让人家看笑话，以为咱大钱养活不了咱们似的，让条道出来。吴公公，咱进城说。看着眼前穿得破破烂烂的幽州王，再看着幽州城外这一副凄惨之景，吴亦藩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王爷，要不还是算了吧，咱家就是来传旨的，宣了旨意咱就走，宫里还有不少事情呢。对，王爷，宫里还有事情等着吴公公呢，这城要不就不进了吧。你们看不起我，本王要参你们一本。兵临离，王爷，奴才哪敢了？你们就是瞧不起本王爷，不过算了，说吧，旨意到底是什么？本王也正想找我那父皇说刀呢。一名小太监也极为懂事的把赵崇远的旨意双手捧了过来。公公，我父皇唤我进京。是急，陛下派奴才来这里，此次确实是想宣王爷进京。王爷斩杀那南陈齐国公世子温良，致使南陈内乱，此举有功我大钱，故而陛下让奴才带着旨意来此，宣王爷进宫，为幽州百姓更好的谋取福祉。不，本王此生与幽州共存亡。王爷，你说什么？公公，王爷说他要与幽州共存亡。吴亦藩更是一脸的懵逼，燕王殿下这是脑子抽了，要与幽州共存亡，这是疯了不成？公公，我问你，我是什么人？您是大钱的燕王爷啊。然后呢？然后您是我大钱当今陛下的第9子。再然后呢？再然后还有啥？老奴确实不知了。公公可曾听过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吴亦藩一脸的懵，这怎么和水和舟扯起来了？王爷，这我自然是听过的，咱家在祖上就是划船的，那水啊大了就不能划船，水小了就能划船，这应该就是王爷您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吧？嘿，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哎，公公，你不懂啊，你不懂本王的心思啊！自古皇家皆以天子自御，自诩替天牧民。殊不知君之道，民之道，便如同这水与舟一般。水为民，君为舟。这水至柔，却可托舟；助舟行万里波涛。然水至柔，却也可覆舟。风高浪急，舟焉行稳乎？这水舟之说，就好比这幽州的情况。我为天子之子，为幽州燕王，就好比这水上而行的舟。如今幽州百姓有难，你却让我这舟脱离了水。你觉得我若是如此做了，我这舟还能走得远吗？同样。一个失去水拖行的舟，又如何能走得快、走得远？如今幽州民生凋敝，百姓食不果腹，如此情况之下，我若是走了，他日幽州若是度过此劫，我又有何面目回来见我这幽州的父老乡亲？虾仁一番话，听得吴亦藩顿时哭得稀里哗啦，一边擦着眼泪。殿下说的对，是奴才错了，奴才绝不再说请燕王殿下回京之事了。这样，燕王殿下，奴才虽地位低微，也是一个阿杂之人，但身为我大钱子民，吃的是皇粮，自当也有一副拳爱国之心。只可惜奴婢此次离京带的银两少了，这100两银子就全当奴婢对幽州的一片心意。还有奴婢我
我银子带的少，我只有1两，全给燕王殿下您了。多谢各位了。王爷，甭说了，这一次咱家定会将这幽州的事情如实禀报陛下，让陛下知晓王爷的苦心。还有那一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咱家也定会如实给陛下说明。咱家虽然没读过书，但传话还是会的。劳烦吴公公回去给我父皇说一声，自古忠孝难两全，就说孩儿不孝，为了幽州的百姓，为了我大前王室的千秋大业，也只能无法常办，父皇膝前尽孝了。王爷高义啊，我们舍不得你。本王也舍不得你们啊！公公千里迢迢来我幽州，这等苦寒之地也颇为不易，要不留下喝一碗树皮羹如何？都是本王我早上刚刚命人去山里砍的柳树皮，味道虽然苦涩了一点，但也能凑合垫肚子，就是缺少点油水，但也能充饥。不知公公意下如何？王爷，这要不就算了，如今这旨意既然已经带到了，王爷您又如此高义，奴婢我还是尽早回宫给陛下复命，顺便将这幽州的事情尽数告知陛下，以求尽快从国库调派出钱粮救济幽州百姓。说完根本就不等下人说话，吴一帆顿时拎起裤脚，连马车都不想坐了，赶紧向着来时的方向跑去。他是真的怕这帮难民万一待会饿极了，直接把他们宰了吃了。哭啊，给王爷我哭，特么的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谁不哭，老子打死他！吴公公，你们别走啊！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哎，我们幽州的老百姓命真苦啊！数日之后，应天皇宫内，什么？你说吓人的小子不回来？陛下，幽州穷啊！燕王殿下他不放心幽州的百姓，故而决意留在幽州，是要与幽州百姓共存亡啊！您是不知道幽州穷成什么样了，就连燕王殿下招待奴婢的饭菜居然都是树皮羹，还是柳树的树皮。堂堂燕王殿下居然都沦落到喝树皮汤的份上了，属实是。你说幽州穷？是啊，陛下。哎，你呀你说幽州穷，你倒是给朕说说幽州到底哪里穷吧。陛下，那幽州是真的穷啊！你是不知道，那城墙都是土夯的。那你见过4、5丈高的土夯的城墙吗？可陛下，我真的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当着我的面活生生的饿死了。你看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70、80岁的老者，全身骨瘦嶙峋？陛下怎么知道？不出意外，那老头应该就是当初他们去幽州的时候，那个喊着要给他们表演胸口碎大石的老头。陛下，行了，别说了，朕都知道了，下去吧。是，你说吓人那小子葫芦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别的皇仔一个个都巴不得求着朕把他们调回京城，而这小子居然给朕玩起了心眼。陛下，老奴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你说便是，朕又不是那种听不进去话的皇帝。燕王殿下行事虽然大胆了一点，但其治下的百姓却是安居乐业，如此不也是陛下您想要的吗？你说你个老东西，是不是也收了那小子的银子？今天怎么给这小子说这么多好话？这可不像是你啊！奴婢倒是想收燕王殿下的银子，但奈何陛下您不给奴婢我机会啊！你个老东西！其实老奴今日之所以多嘴了2句，乃是因为燕王殿下的对于百姓的态度，以及让吴一帆带给陛下的那句话，让老奴颇有所感。什么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嘿嘿。这不就是老九和吴一帆说的吗？我以为是啥，搞了半天你是拿自己儿子说的话在我这里瞎掰来了。这帮狗奴才就知道背后嚼人舌根，朕非把他们舌头给拔出来。行了，就别在这里丢人了，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老九不回来，你打算怎么办？朕就是给他绑着，也给他绑回来。你也就这点伎俩了。来，你看看我。看你作甚？你看我这不是病了吗？病了啊！对，病了。朕立刻拟一份谕旨，800里加急送到幽州，就说皇后病了，需要燕王回京。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王爷，您是去京城看望皇后娘娘，您带这么多兵去京城干嘛？你以为京城是咱们幽州这种小地方吗？到了京城，王爷我就是龙行浅滩，束缚大着呢。尤其是京城的那些官员，势力错综复杂，我又是一个小小的藩王，没什么势力，多带点人也好应付。那王爷，我要不让牛不斗给您多挑一些，500个怎么样？都是我幽州军内1等1的好手，出去随便拿10个。带这么多人去干嘛？给王爷你护身啊！然后被我爹以造反为名直接下大牢。
可殿下，京城你人生地不熟的，咱幽州又距离京城有千里之遥，万一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以怎么办？咱幽州也离不开您呀。怕什么？本王现在好歹也是手握3军之人，我老头子不会那么傻的动我。明白，王爷放心好了，小的到时候一定都给王爷你安排好。王爷，咱们这一次去了京城，还会回来了吗？那自然是要回来的，这世上只有你王爷我不想去的地方，还没有能留下你王爷我的地方。绿桃，我说这话你信不？绿桃自然是相信的，可我感觉这一次咱们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因为咱们家王爷太优秀了，奴婢怕陛下舍不得王爷回来。嘿，你个绿桃和萧玉奴，那丫头学坏了，现在会斗你王爷，我完了。对了，我让你带着的李龙留下的欠条，你带了吗？带了，王爷。那个青霉素弄成的药丸，你带了吗？王爷，你放心，你嘱咐的事情，绿桃一点都不敢忘。这就好。王爷，我听说应天青楼里面都是清一色的美人，里面好些还都是犯了事情被流放的官眷，这真的假的？什么青楼？人家那叫教坊司。对，叫坊司。瞧你那点出息，白天你就别想了。那些海鲜商人一般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王爷到底是王爷，这说起话来，那真的是一套一套的。海鲜商人，这名字好。王爷，海鲜商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贩卖海鲜的商人。那王爷，我可以去吗？我还没吃过海鲜呢。你能去，但不能吃。为什么啊？因为你吃了会长胡子。啊，那我不去了。一路的颠簸之中，7天的时间悄然而逝，不多时便已经看到了应天城的轮廓。王爷，这阴天和我想象里面的阴天差远了，路边居然还有马粪，臭死了。就是啊，王爷，这应天真的没意思，还不如咱幽州城看起来气派，不得劲。咱们现在往哪里走？先去前面的驿馆歇脚。燕王殿下，您请进，小心台阶。你这模样怎的认识本王？不认识，但听过燕王殿下您的名头。给你银子，你就拿着，这是本王赏你的钱，算不上贿赂，你也不用怕，你只要给本王说说，你都是听了本王的哪些名头就行。这官员虽然眼馋丢在桌子上的银子，却没敢去拿。王爷，您还是就别为难小的了，您这银子小的是想拿，但小的怕没命花啊。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漏一个字，我这刀可不认人。张三，别吓唬人嘛，别怕，你和我说，出了事，王爷我担着。王爷，您不知道吗？什么知道不知道的？就是最近陛下求查，万一我收您银子这事被锦衣卫知道了，小的我身家性命不保不说，甚至还要连累一家老小啊！就这，虾仁气的想要骂娘，他以为他老子要针对他干一些什么事情呢，没想到是秋茶。你叫什么？小的张有才，我爹说小时候算命的给我说，我命里缺财，所以给我的名字里面加了有才2个字。你确实是挺有才的。对了，你说你听过本王的名头，你是从哪里听到的？回殿下，小的之所以听过燕王殿下您的名头，乃是晋王和秦王殿下曾派人来向小的打听过殿下您，所以小的就暗中记下了。秦王和晋王，他俩打听我做甚？小的不知啊。行了，去给王爷，我备1点酒菜来，这些银子就当做酒钱了。是王爷。王爷，咱接下来怎么办？该咋办咋办？你不是要吃海鲜的吗？等天黑了就带你去内城吃海鲜。真的吗，王爷？那是自然。你面的可是燕王殿下，小的秦王府管家没编制，奉秦王之命，请燕王接府一句。在下晋王府管家朴国昌，奉晋王殿下之命，请燕王殿下去进王府小聚。晋王殿下早已命人准备好殿下爱吃的饭菜，恭候殿下。王爷说什么来什么呀？继续吃咱们的。二位可否通融一下？我家王爷与燕王殿下自有交好，自燕王殿下就藩之后，就多年未见。如今听闻燕王殿下这个皇帝回了京城，特地派我来请燕王殿下，可否给个薄面？不错，我家秦王殿下也是此意，可否通禀一下，让我们见见燕王殿下，见完咱们就走。哪里来哪里去，我家燕王殿下不愿意见人，若是想见，请你们家秦王爷和晋王爷亲自来，而不是派你们2个来，滚吧！嘿，你这人。我家秦王殿下乃是陛下长子，母妃更是当朝叶贵妃。你家燕王母妃早已薨逝，又无靠山，如何能让我家秦王亲自登门拜访？今日你们所作所为，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如实禀报我家秦王，到时候别怪我家秦王爷不顾几兄弟情谊，忘了你家燕王爷的名头。你说什么来着？你是谁？你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我家秦王母妃乃是叶贵妃，而你家燕王却是……兄弟们，他说咱家燕王不如他们家秦王，你说这事按照咱们幽州的规矩该怎么办？那自然是打断一条腿，让他长长记性。那就打呗。你若是敢打我，我家秦王爷不会放过你。
嘴巴挺硬，没想到是个软蛋，才打断一条腿就吓晕过去了。回去告诉你们家秦王爷，我家王爷说了，他那点破事，我家王爷不想掺和。至于见不见的事情，明早朝会上见就行了。是，我这就回去禀报我家秦王。不对，我是晋王府的，你们要不着。不用，我家王爷说了，告知了你家晋王，也就得等于告诉了秦王。若是有什么不满的，可以多参我家王爷几本。陛下，燕王爷已经进京了。妈了个巴子，老子派人去召他回来，他死活不愿意。现在他母后病了，倒是急匆匆的从幽州回来了，把我这老子放哪去了？陛下，您不妨换个角度考虑，您召燕王殿下不回来，而一说皇后娘娘病了，燕王殿下就回来，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燕王殿下心底孝道最重啊，这不比什么都好吗？李氏啊，以后会说话的你就多说点，朕爱听。是，陛下。通知杨府过来，让他代朕处理今天的奏折。你随朕换身衣服，待会咱们出宫一趟。陛下，您这是打算去见燕王？那是自然。上次在幽州的时候，那小王八蛋就没认出他老子。这次来了京城，朕不要好好的让他认认。那陛下是打算以李隆的身份，还是陛下这95之尊的身份呢？若是以李隆的身份，陛下欠燕王殿下的那50万两，是不是要？李氏啊，虽说朕私自之行慎重，但既然燕王都已经来了京城，明早也会在朝会之后进宫拜见。既然如此，那也就不急这一时半会，你说是不是啊？陛下圣明。行了，退下吧。陛下，明早燕王殿下进宫，那陛下是不是要给奴婢一道谕旨，让奴婢好去内库里面把那50万两银子给取出来？为何要取50万两？陛下，您不是妾，那是雍州商人李隆的事情，与朕有什么关系？可是陛下，燕王殿下手里有记录人声音的机器。历史啊，朕曾听闻民间有一绝技，名为口技，能学人说话。那朕身为95之尊，这说话的声音有人学得去，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怎么，朕说的没有道理吗？陛下说的自然在理。王爷，咱刚来京城就打了那秦王府的管家，直接和秦王、晋王撕破脸皮，如此一来的话，是不是有限？怕什么？这是做给我老子看的。就算出了什么事情，本王也不惧他。而且你家王爷，我倒是巴不得我那二哥参我一本，让我早点回幽州。王爷，高还是你高？行了，别拍马屁了。你家王爷我耳朵都快听出老茧了，快过来吃饭。不瞒王爷，小的我一直留着肚子，等着王爷您带我去吃海鲜呢。那走呗。王爷，我也要去。你去干嘛绿桃？王爷，奴婢打听过了，海鲜咱们女子也能吃，不是王爷说的那种，咱们女子吃了就会长胡子。在海边可是好多女子都吃海鲜呢，和河鲜一样。你别听别人瞎忽悠，本王难道会骗你不成？难道你都不相信本王了？可人家真的是好奇嘛，好奇心会害死人的。王爷，你谁呀？小人是没编制。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小的是奉你的命令去邀请那燕王来王府一聚，谁曾想那下人不分缘由，上来就派人打断了小人的一条腿，更是直接让小的带话给王爷您说，您要是有任何不满，可直接去陛下那老参他一本。他真的是这么说的？是啊，小的一句假话都没有啊！这那老是在打小人的腿，分明就是在打王爷您的脸。好你个瞎人，莫不是以为本王真的不敢参你？来人啊，给本王准备笔墨，本王这就上书参他一本。你说燕王指使他下人打了没编制，还把没编制的腿给打断了，他怎么敢的啊？他就不怕得罪秦王吗？王爷，以我估计，以秦王那脾气，这次回去之后，指定要参那燕王一本，咱们是不是也要？你个蠢货，就知道落井下石，亏你还跟在我身边这么久，你脑子呢？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如此浅薄的道理你怎么不懂？燕王现在在哪呢？本王要亲自去见他。王爷，咱们的人看着燕王殿下出了驿馆之后，就找了一辆马车，似乎是奔着教坊司的方向去了。教坊司都这种时候了，他怎么还有心情去教坊司？去换一身衣服，随本王去教坊司。是，王爷。走啊，怎么不走了？去吃海鲜了。王爷，要不我就不进去了吧？我怕什么？你不是要吃海鲜的吗？王爷带你来了，你怎么可以不进去？王爷，我先回去了。去哪？回驿馆。驿馆距离走回去要3个时辰，你确定？啊，客官，看车费50文。这不好，我把腿打断。照顾子买单，真就成。特么的，这人被人戳了笑穴了，一直傻笑。什么情况？他不认识我了？我可是他五哥啊！赵公子今日包场，妾身不胜荣幸，不知公子可否稍作等待片刻？等什么等？我是来见我弟弟的。王爷，他后面那个人，我之前差点打过。九弟，许久未见，近来可好啊？
哟，原来是二皇兄亲自驾临，倒是王弟，我有失远迎了。九弟，我是五哥。就是咱俩小的时候去偷看孙才人洗澡，让你把风的那个五哥。啊，对，五哥这是和小弟同样的癖好，来叫方思喝花酒来了。咱这怎么叫喝花酒呢？咱这叫吟诗作对。啊，对，咱这是吟诗作对来了。这些年你去幽州，五哥我其实一直惦记着你，但奈何我大前律法森严，五哥我纵然有心但也无力。这不现在一听到你回京城了，就特地找人弄来点好东西给你。九弟，你闻闻这酒怎么样？我和你说，这可是酒神杜康，杜老爷亲自酿造的，号称琼浆玉露，1两就要88两银子。我可是听说啊，这酒从酿造到加工出来，再到最后成型，那必须是厨子全程操作，差一点味道可就不对了。这不是当初我忽悠那李龙的话吗？怎么就……等等，李龙，这酒多少银子1两？88两啊，还7天只卖1天呢。这一坛子我可是命人聚了许久才收集到的。88两银子1两酒，二哥，你说你这酒是从哪来的啊？怎么九弟，你对于这琼浆玉露感兴趣？若是九弟喜欢，我也不是不能送给你，毕竟咱兄弟的情谊嘛，自然不是一坛酒所能比拟的。此酒乃是二哥你。五哥。哎呀，无所谓了，就是一个称呼而已。酒既然是五哥你心爱之物，小弟我自然是不能出手抢夺的。毕竟你我兄弟这么久没见了，哪能一见面小弟我就拿了五哥你的宝贝？这样五哥你告诉我在哪，我自己派人去买点如何？没事，我可以送。不用。没事，我真的可以送。不用。没事，五哥我。行了，五哥你别说了，我不问了，我自己找人打听去。醉仙楼买的。多谢五哥，弟弟我有事先告辞了。你好，阎王这是。没什么，也就是这琼浆玉露的主子欠咱家王爷50万两银子而已。多少？说错了，是50两。如此，那我也明白了。王爷，我好像掌握了阎王爷的一个大秘密。什么秘密？王爷，我感觉阎王殿下在幽州绝对的疯狂的压榨民脂民膏，甚至做起了卖国的买卖。为何这么说？王爷，你知道阎王爷为何走得这么……有话说，有屁放，你当这是谍报剧呢？磨磨唧唧的，赶紧说，没看老子心烦了吗？王爷，我刚才听阎王爷的侍从说，纳醉仙楼的老板欠阎王爷50万两银子。多少？50万。王爷，你怎么有大握？你特娘的也不想想，幽州那是什么地方，能这么有钱？你但凡有一点脑子，都说不出这么没脑子的话。可若是卖国呢？你卖国赚来的银子，你会拿出来借给别人吗？没事大惊小怪，吓老子一跳。你也不想想，幽州怎么可能这么有钱？接着奏乐，接着舞。二位爷，这是需要点什么？琼浆玉露。不好意思，琼浆玉露需要预约，3天之后才有限量的100瓶，但您可以提前交付定金。定金多少？不多，44两银子。去把你们家掌柜的叫出来，就说有一个来自幽州的人要找他，他明白什么事情？幽州，你就说要账的。要账！一听这话，这伙计顿时更加懵逼了。这醉仙楼表面上虽然是一家酒楼，但背后的老板却是当朝的司礼监秉笔大太监王立士，要账要到王立士头上了。这不是厕所里面打灯找米田共吗？二位稍等，我去叫我家掌柜。王爷，这李龙的心真黑啊！2两1两的酒，他居然还卖人家88两1两，当真是黑心透了。你家王爷卖他20两1两啊！统领，外面有人闹事。都说了多少遍了，在外面要叫我掌柜的，来叫声掌柜的听听。掌柜，外面有人闹事。对，就这儿。那就派几个兄弟打出去吧。掌柜的，那人说是从幽州来的，还说什么是要账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要账啊？咋了？要不要我带几个兄弟直接给他们抓到政府司大牢去？抓个鸡毛啊！你特娘的给我稳住这个人，好吃好喝的招待好，等我进宫回来再和你说。陛下，出事了！燕王殿下拿着那欠条找到醉仙楼了。他怎么找上门来了？来就来了呗，有多大事？你来这里，那燕王可曾发现你的身份？那倒是没有。那燕王人呢？就在醉仙楼内。陛下，您何时打算召见燕王殿下？召见？为何要召见？欠钱的是雍州商人李龙，与陛下有何干系？二娃子，你跟着朕也有段时间了吧？得陛下信任，天为侍卫统领，至今已经3年了。那朕问你，朕是什么？大钱的陛下，大钱百姓的君父。既然为君父，当如何？自然当以为天下先，为我大钱子民的榜样。
啊，不对，陛下为我大前的君父，我大前一草一木，自该皆为陛下所养。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你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朕从燕王那里拿点东西，应该很合理吧？的确合理。所以你觉得朕欠燕王的银子吗？陛下圣明，可燕王殿下如今还在醉仙楼内，咱要不要先给其知会一声？此事你问我作甚？你去问那雍州商人李龙吧。你虽是拥有百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了。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客官，这是您要的琼浆玉露2瓶，一共2两重，陈汇一共176两银子。您这边是打算给银票，还是以大钱保定支付？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醉仙楼挂羊头卖狗肉嘞！什么所谓的琼浆玉露啊，就是一个兑水的酒，就是欺负咱京城的老百姓，好骗嘞！什么醉仙楼的酒兑水啊？什么意思啊？不会吧，不会88两银子1两酒的琼浆玉露还是兑水的酒吧？这人到底是有多心黑啊？居然敢把兑水的酒卖88两！一瞬间，一道道惊呼声顿时从醉仙楼外响起。不到2盏茶的时间，醉仙楼外顿时密密麻麻汇聚了一群人。这位爷，咱知道您和咱家东家有些过节，但您不能这样啊！您不能拿酒来污蔑咱们醉仙楼啊！有没有兑水，咱心里没数吗？这事你别管了，和你没关系。你要是明白的，就赶紧派人把你东家叫过来。至于后面发生什么，那就和你没关系了。你给咱说说，这琼浆玉露到底是真的兑水，还是假的兑水？就是老子省吃俭用凑了88两银子，好不容易排队买了你们醉仙楼的1瓶琼浆玉露，结果你他娘的给老子说这是兑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对，给我们一个说法。操你妈！退钱。诸位，这兑水不兑水的事情，咱也不知道。我就是这醉仙楼的一个伙计，你们说我这种人能接触到这种秘密吗？这么多年了，还是就喜欢吃妹子你的手艺，可比喻膳房那些厨子好多了。得，别拍我马屁，我受不住。你说你也是当爹的人，怎么就好意思昧下自己儿子那50万两银子？你说以前国库空虚，你那内库没银子，我也能理解。现在你从咱家老九那里弄回来的东西，到现在也给你赚了差不多3倍多的银子了，你咋就一点没做爹的德行，还把算盘打到孩子身上？这传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嘿，这些年我天天给他俸禄的不是银子，我现在捞回点本钱不应该？那加起来也没有50万两。谁让我是他老子？儿子给老子点钱，孝顺不应该吗？可你是皇帝，皇帝也是他爹。哼！哎呦喂，就50万两银子而已，你是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现在多富，就是我那内库和大钱的国库加起来，也不一定有他的银子多。这点银子在你的宝贝老九面前小意思了。再说了，我一个当爹的坑他点银子也是合情合理。你呀。陛下出事了，燕王爷在醉仙楼闹事，把咱在琼浆玉露里面兑水的事情给捅出去了。啥？你说什么？他怎么敢的？你一个皇帝卖酒，还往酒里兑水，你怎么拉得下这个脸？妹子，这不重要。不重要？怎么不重要了？传出去，咱大前皇室的脸都丢尽了。都是你个狗奴才！朕让你给朕卖酒，谁让你擅自做主往里面掺水了？啊，对，都是奴婢该死，都是奴婢擅作主张，都是。行了，别在这里给我演了，这是你们主仆干出的事情，你们继续。本宫有些乏了。哎，给朕说说，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陛下，大约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逆子，老子我真的能贪墨你这50万两银子，去朕的内库里面取一张50万两的银票，让人带出去，递给那小王八犊子。陛下，真的给啊？给呀，不给能行吗？不给那小王八犊子会老实吗？那劳烦陛下再多给5万两。为什么？利息。逆子，明天上朝我要你好看。陛下，利息还吗？还。你们这酒到底有没有掺水？倒是给个解释啊！就是啊，给个说法啊！不会，你们真的兑水了吧？诸位如此信我们醉仙楼，我们醉仙楼怎么可能兑水呢？这位爷，您看我们这边已经派人去找东家了，要不您就给咱出面澄清一下，咱这琼浆玉露真的没兑啊！就在此时，二娃子拿着银子跑了过来。爷，这是咱东家给你的50万两银子。那李龙人啊，这位爷，咱东家今个有事，暂时过不来，这是利息，您算一下对不对？诸位，今日是我于醉仙楼东家之事，起因便是这醉仙楼东家欠我50万两银子，如今这银子已经归还，那在下也就告辞了。至于兑水之事，诸位就当看个热闹吧。翌日大殿朝会，赵重远一大早就穿上了一袭龙袍，端坐在龙椅上。立誓，燕王可到了。
回陛下，今早司礼监已经派人去接燕王殿下进宫了，此刻就候在殿外。那便传召吧。宣九皇子燕王觐见。儿臣幽州郡王家人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等等，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虾仁下意识地抬起头，可当看清楚那坐在金阙之上的身影之时，顿时就愣住。这尼玛完犊子了！李隆就是我爹！燕王见朕为何不抬头？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这尼玛完犊子了！李隆就是我爹！燕王见朕为何不抬头？儿臣毕竟8年没见到父皇了，此刻一见到父皇的天颜，顿时被父皇的天子威严所慑，故而不敢抬头直面父皇。起来吧。儿臣不敢。有何不敢啊？你这8年治理幽州有功，朕该好好谢你才是。父皇，儿臣曾起的一游历方式，从他手中得来一神器，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记录下他人说话的声音。今日此物儿臣已经带来了，要不就借着今日拜见父皇，儿臣将其献上。听着这话，王立士和赵重远神色一惊，难道当时交易他们的声音被记录下来了？父皇，儿臣还有一物，名为照相机，可记录他人之画像，比之我大前最好的画师画出来的还惟妙惟肖，绝不存在任何错漏之举。听着虾仁这话，王立士和赵重远更加懵了，难道真的把他们交易的过程都拍下来了？咦，公公，咱是不是见过啊？也许燕王殿下认错人了。公公此话错矣，我那照相机可记录他人面貌。前不久我幽州来了一对雍州的商旅，当时本王刚刚琢磨出那所谓的照相机，闲来无事尝试了一下，就把那人的面貌记录了下来。其中那商队之中有一人面貌正是与公公有些相似。燕王有这份心，朕便已经极为满意。至于那照相机之事，倒也不急。朕为一国之主，每日忧思我大前亿万百姓，不宜沉迷那奇淫技巧之物，以免荒废了朝政。便是你也是如此，当以大前百姓为主，不可整日沉迷此事，免得堕入下端。你可明白？儿臣遵旨。历史燕王一路舟车劳顿，想必也是累了。皇后那边也思思心切，就先带燕王下去休息吧。等朕朝会结束之后，再与燕王小聚一番。是，陛下。来来来，尝尝娘亲自下厨给你做的红烧肉。娘，你在信里不是说你病了吗？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吗？谁让你燕王爷那么难请呢？娘，瞧您说的这是什么话？谁说我难请了？您这不是一封信，我就立马从幽州回来了吗？再说了，我是藩王，不得陛下的召见，我也进不了京啊。这都陛下叫起来了。怎么的？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爹了？爹，孩儿不敢。是哟，娘一封信，儿子立马从幽州回来了。我这个老子一封信，那是半天没见的踪影。某些人还给我来个哭穷，怎么的？你幽州就这么穷啊？我听得李隆说，幽州可不穷啊，富得流油啊，就是比我这应天城还要气派。燕王爷，您是不是要和我说说呀？爹，瞧您这话说的。哟，现在倒是叫起爹来了。之前在朝上燕王爷，您不是硬气吗？那不是被您老逼得没办法了吗？这年头，谁不藏点底牌防身不是？藏底牌都藏到你老子我身上了，你燕王爷心眼子够多呀！你就给我说说，你的照相机到底有没有？父皇，瞧您这话说的，儿臣已经欺君过一次了，哪能再敢欺君啊？这不是显脑袋戴在脖子上太累吗？你还真的有啊？那是必须有。真有？真的有。真的假的？真的。哎，算了，懒得和你小子计较。既然回来了，那我也就给你说说我的意思。除了留在京城，什么都好说。你小子什么意思啊？你老子我让你留在京城是为了害了你？那我可不知道。逆子，妹子，你看你惯的儿子，你自己管管去。不是你的儿子。嘿，你们母子俩串通好了是吧？今天一起气我。好了好了，我来说，你父皇这次叫你回来，是有件事要让你去做。什么事情？治理水，督促当地的官员，让朝廷赈灾的银子平稳地落到地方百姓手里。啊，这玩意不好做，你得给我个权利。你要什么权利？生杀予夺的权利。好，咱给你。还有虎符，我可能要调兵。调兵？哈哈哈，好好，你老子我给你就是扬州那边驻扎着3万屯田军，你随便用。看着眼前摆放在桌子上的虎符，一瞬间，虾仁的心底顿时有种骂娘的冲动。哎呦喂，给你小子特权，你还不乐意了？你要知道，你老爹我给你这差事，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差事。人家那是捞钱，你让我去杀人，这能比吗？那你小子贪呗？我倒是想呢。你说什么？你看我这话都还没说完了，某些人救急了，据赈灾能捞50万两银子吗？那捞不到。可我从某人身上1天的时间就赚了50万两银子，外带5万两利息。嘿，你小子就是来气我的是吧？好了好了，和自家儿子置什么气？你就别气你爹了，你爹这也是为了你好。可某些人不领情。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这样？娘，这东西你收着。
以后天寒咳嗽，如果吃御医的药没用，你就吃它，一次一粒，别吃多。这是什么？这玩意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娘你就记得这腰牌可去肺热、止咳、治肺痈喘胀，对于你的咳疾病有好处就行了，但不能吃多，吃多了会坏事。嘿，你小子心底只有你娘，没有我这个老子是吧？您是皇帝，您富有四海，还需要我这个藩王给您弄东西？再说了，就算是给您弄东西，那也不是要走上贡嘛，一切要经过内务府，在这里也不合适啊。呦，还记恨起你老子来了？那倒没有。那怎么没有你老子我的礼物？纯粹不想给。好了，雨季还没到，赈灾的事情也不急于一时。既然你回来了，那娘也就给你说点事情。什么事？婚事。不答应，我绝不答应。哎呦，你别着急拒绝嘛，你先听我说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你也到了成婚的年纪了。再说了，你那几个哥哥都好几个侧妃了，就你到现在还一个正妃都没有。那我也不干。你就不想知道是谁？谁？你小的时候不是说了吗？以后非若云不娶吗？现在为娘给你说了这门亲事，这不是刚好满足你小时候的愿望吗？九叔，我听说徐家小姨能倒拽9牛，一拿16大10鞠躬，就是魏国公徐爷爷也不是徐家小姨的对手呢。哎呦呦，娘，我这脑袋瓜子有点疼，您看今天要不就先到这。阎王爷，你这是哪疼啊？要不你老子我给你找个御医瞅瞅。父皇，儿臣觉得啊，这事啊还是有待商榷。一来我和那徐若云也好些年没见了，二来呢这强扭的瓜也不甜。你看你要不给儿臣一些时日思考思考。婚事我和魏国公已经定下，你不娶也得娶。好吧，那父皇，儿臣要是帮你办好了赈灾的差事之后，可以回幽州了吗？你先不要回幽州了。什么？不回去了？反正雨季还有一段时间，距离赈灾之事也不急，而那婚事也要慢慢的商榷。这一段时间，我打算把你送到国子监，国子监内都是大钱的大儒，学富五车，才华观古博今，你就和青山一起，和他们好好学学治国安民的学问。等你学到了足够的本事之后，你老子我再考虑对你的下一步安排。王叔，你也要去国子监，太好了。爹，幽州啥情况你也知道，你儿子我能把幽州治理成那样，还需要学什么治国安民的理论？况且那帮大儒一个个都是纸上谈兵还行，你让他们真的治国，那一个个知乎者也的，有啥可学的？与其这样，你不如……你是说你老子我也只会纸上谈兵？父皇，瞧您这话说的，大儒讲究的是儒道，讲究以仁义治国，礼道治世，但父皇您行的是王道，讲究的为帝王者，一人为天，大权在握，审时度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心宽以容天下，胸广以纳百川，这二者能同一而语吗？你这话说的不错，这话老头子我听着了。你能将幽州在短短8年的时间里建造成铁桶一块，但并不意味着你能将这大钱也能变成铁桶一块。人心啊，永远都是最难琢磨的。可父皇，幽州百姓需要我啊！你小子和我装傻是吧？别以为朕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欺君的事情暂且不说，朕就问你在幽州到底干了什么？一桩桩一件件的，你老子我都记在心底。儿臣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啊？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了。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你在幽州私自和敌国商旅互通，私自豢养兵甲之士，你的幽州军现在有多少？嗨，不就5万吗？你再给老子装10万，再装。夏儿，你到底在幽州豢养了多少幽州军？不就是10万吗？你是战马就10万了吧？狗娘养的，哪个王八蛋把老子家底给透露了？10万战马，皇叔，你幽州军算下来不是起码有接近3万多的骑兵？你幽州缺人嘛？您给我一个重骑兵先锋营，我给你带头冲锋啊！去！夏儿，你真的在幽州豢养了3万的骑兵？在古代，3万骑兵要配10万到15万的步兵，而养一个步兵就要20个农民的税赋。娘，没那么夸张，我哪来的那么多银子啊？还没那么夸张，你小子还在这里给我装呢！你幽州什么样子？你老子我心底清楚，要不是你老子我去了你幽州一趟，没准哪天你老子我被你造反了，我都不知道。那我总要搞点自保不是？反正我又当不了皇帝，万一哪天削藩落到我头上，我一点应对的手段都没有，那我岂不是很冤？九叔，我这个储君的位置可以给你啊，你给我一个大将军的衔咋样？要求不高，你给我1万骑兵，3万步兵就好，我立马把南城的庆州给你打下来，就是北凉，只要您吩咐，我也照打不误。如英，你给我拿鞭子过来。小孩子童言无忌吗？什么童言无忌呀？这储君之位是说能让的，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他！爷爷，我错了，救命啊，九叔！哼，逆子你戏看完了？
看完了。那说你的是藏兵数十万，别说是撤藩了，就算把你脑袋砍下来也不为过。所以你老子，我现在给你3个选择：第一就是幽州撤藩，以这个燕王点为戍人，以后你想去哪就去哪，别说是幽州，就算你去北凉，老子都不管你。我选择第2条。第2条嘛，就是你意图谋反，抄家问斩。你还真的要弄死你儿子我啊？你都要造你老子我的反了，我为啥不能先弄死你这个儿子？那我选择第3条。第3条就是你给老子乖乖去国子监，什么时候学会了治国的本事，什么时候滚回幽州。你为啥不说我啥时候把徐家那丫头骗回燕王府，我啥时候滚回幽州呢？这话能摆在明面上说吗？你这话说的没毛病。好了，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从今天开始，星瞻也就跟在你后面。至于如何管教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别打死就行。九叔，以后您就是我老大，只要您愿意给我一个大。今日所讲名为孔孟之道。王爷爷来了吗？王爷爷在哪？九叔，我正做梦带兵打仗呢，您能别捣乱吗？张夫子，我手拿出来。夫子大人打吧。你是九皇子燕王。夫子还是叫我虾仁好了，燕王这算不上。九叔，咱不是自己人吗？你怎么帮着张夫子啊？谁和你自己人？我来这里是管教你的。管教我？你明明不也是？夫子，我这侄儿有些不听话，我先帮你揍一顿。好，有劳燕王殿下了。夫子叫我虾仁就好了，我曾经也是你的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让你不好好听课，让你不好好学习治国之道，让你不好好听话，自以为知道点东西就不得了了。九叔，这不是黄爷爷骂你的话吗？燕王殿下说的不错，身为一国之储君，当为天下文人学子之效，以通读典籍，学贯古今为先，而不是自骄自满，空负了天下人之苦心。你还看我怎么？难道你觉得张老夫子说错了？你为大前未来的皇储，难道你不该好好学学古今圣人典籍，通晓治国之道？九叔，你叫我也没用，本王今日来此就是为了监督你好好学习来的。难道你以为本王会看在你是我侄儿的份上，就该手下留情，纵容你大义灭亲？九叔，你来真的？不真的还玩假的？身为我大前未来储君，整日游手好闲也就罢了，居然连张老夫子也不尊敬。你可知张老夫子不仅是你的授业恩师，还是你九叔我的授业恩师，还是你父王的授业恩师，更是你皇爷爷的授业恩师。媒人弟子不知有多少，哪一个不是我大前肱骨之辈？你就这么对张老夫子的？燕王的过誉了，这不过是老夫受先皇隆恩，又得当朝陛下恩眷而已，实在当不得如此殊荣。张夫子，其实本王有一言，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不妨直言，老夫听着便是。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还有一句话叫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有些道理光讲还是没用，要实践他们才能明白。燕王呀，你这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出自哪个大儒之口啊？为何老夫未曾听过？不瞒张夫子，其实这是小子我在幽州戍边之时曾遇到的一个民间大诗人所作的2首7言绝句，其中的《劝学》和《荐学篇》，本王虽没什么才学，但初闻这般有种醍醐灌顶之感，故而就记了下来，一不小心就用到了此处，倒是让张老夫子见笑了。民间中是多有藏龙卧虎之辈，老夫虽未执掌国子监的教令，但也不能自傲啊。日后若是有可能，还希望燕王爷能改日，及老夫引荐，让老夫拜见这位大儒。那是自然，日后若是有机缘，让本王再见那位大儒，本王定会为张夫子引荐，张夫子放心便是。而且本王觉得，以张夫子的才学，那2位大儒也定会希望能够见到您老的，毕竟您老可是我大前首屈一指的大儒。燕王爷过誉了，不知王爷你这所谓的躬行和见学，到底是要如何见学？夫子您客气了，就是小子我觉得道理懂是懂，可并不意味着他们明白，要是想要他们明白，还是需要他们践行张夫子所言之事，因此小子才会斗胆恳请夫子准许他们去见学。可知晓百姓之疾苦，却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需要让他们深入民间，体会百姓之所累，故而尝百姓之苦，才能明白百姓之所累。可这里是应天，又是在国子监内，并非在城外，如何让他们知晓百姓之疾苦？夫子这话说的在理，本王也自然明白夫子所担心之事，但夫子以为这件学难道就是非要将这些王族子弟投入民间吗？非也。那燕王以为如何？
本王来时曾看到国子监后院有一荒草丛生之地，占地数十亩地。若是能将这数十亩地开发出来，种上庄稼，不求能收获多少，但就是这开荒、垦地、种粮的过程，可不就是让金瞻等人体会了一遍百姓之苦吗？燕王爷此言在理，这国子监内虽有数千剑圣日夜饱读诗书，但为官一地之时，却多有不体民情之举。如今听着燕王爷此话，老夫似乎找到了解决之法。今日在下替我国子监数千学子谢过燕王殿下了。说完，张侍卫风风火火地向着外面走去。卧槽，我就是想偷个懒，不想读书啊！您别强行升华啊，张夫子，这没必要吧？先搞个试点，日后再慢慢推广不是？燕王爷如何知晓？老夫就是打算将这国子监的剑声作为试点，日后再和陛下谏言，最后推广至我大前各州各境的。燕王爷您放心，此举老夫定会和陛下如实美言，将燕王爷您所说之事一字不落地传给陛下。至于这首功，那自然是燕王爷您的。燕王去了国子监吗？有陛下亲自下旨，那燕王殿下自然是去了的。你说这小子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这国子监乃是我大秦最好的学府，其他皇子有进学的机会，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面去？可怎么到他这里，就好像他老子我要杀了他一样的？或许燕王殿下真的学问高深呢。他学问高深，当初没差点把张夫子气死，背个千字文都背不出来，这学问还高，真为他操了多少的心，把他送入国子监，又将徐天德的女儿许配给他。要是他聪明一点，可以在国子监内拉拢良才，靠着徐家的势力收服武将。可他倒好，压根一点不上套，没准现在就是去了国子监，还骂他老子我呢。陛下息怒，燕王殿下毕竟年幼，不明白陛下的苦心。如今去了国子监，奴婢想张老夫子定会替陛下好好规劝燕王殿下的。不错，以张侍卫的性格，指定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没准过几日就要哭着喊着来求朕放过他。你虽是拥有百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此时，国子监一群大儒聚集一堂。今日召集诸位来此，是让各位耕作国子监后山那数十亩荒地。什么？不可！我等为夫子，长教化，职责便是为大前培养管理，传承大前文脉，岂可干那些粗劣之事？那周夫子这句话，本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夫子瞧不起我大前的太祖？燕王爷，您这何必拿我大前太祖来压我等？若是燕王爷想要单独搞个农学之院，完全可以在应天城外再开一院，何必为难我们这些读书人？燕王爷，您想干什么？我大前太祖曾言，刑不上士大夫。燕王爷，您这是打算在这里对我一个老头子动武不成？敢问周夫子，刑不上士大夫是指何意？那自然是指我等犯法，一般人无权审判，必须奏请陛下裁决，定罪后不使用残害肢体的刑法。同庆贵族有罪，则由殿师执行，秘密暗杀于郊野，如此为刑不上士大夫。我等不参与劳作，好像也算不上犯法吧？那夫子可曾听过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说的？我说的。燕王爷，你怎么敢？今日本王倒是要看看你能奈我何！你不是说你为适当有为天子牧民，执掌百姓生死之能吗？你这是在与我大前满朝文人士子作对，他日必奏我文人士子口诛笔伐。老夫我要在陛下面前参你一本，让陛下好好治你的罪。周夫子，此话过了吧？老夫还未死，轮得到你来代表满朝文人士子。你若敢上书，老夫亦会对陛下如实澄清今日之事。到时候陛下若是追问起来，你又该如何对陛下交代，藐视我大前太祖之罪？我什么时候藐视我大前太祖了？我朝太祖乃是放牛娃出身，若论本质，实则为农，而你却张口闭口言说自己应该不是农桑，也不屑去做，可我太祖却做了，如此难道还不是藐视我家太祖吗？燕王爷，你说的是哪里的话？我等岂敢啊！对啊，我等岂敢啊！太祖他老人家都曾放过牛，更别说我等了。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等绝无二话。就是我等为燕王爷您马首是瞻，一切谨遵燕王爷您和张夫子的训斥。你们岂能如此？哎呀呀，周夫子，你这是怎么了？中午猪血喝多了，那猪血是下等的牛马，您归为我大前夫子，为我大前肱骨，岂能喝如此家畜之物呢？尤其还是生血，您这样不好啊！东家出大事了！发生了何事？如此急急忙忙的。东家，大爷在国子监被人打了。何人敢打我堂兄？燕王爷。大爷和燕王井水不犯河水，燕王如何会打了大爷？而且燕王不知道大爷乃是我周家的人，是我周善的堂兄啊！管家当下把国子监内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周善。
糊涂都什么时候了，还能因为这等事情与燕王发生争执？他老糊涂了吗？东家现在怎么办？大爷被燕王爷打了，而且人现在就在西府，听说已经派人去城里找大夫了，齐神医都过去了。给我备马，即刻去国子监一趟。你说燕王去国子监不仅没有读书，还把周兴给打了。老子不是让他去国子监读书的吗？那周善呢？周善现在在何处？回陛下，周大人骑马去了国子监。马上去国子监，朕倒是要看看这小子怎么收拾周善。今日本王再问诸位一句，今日之事谁同意谁反对？我等自然不敢反对。今日燕王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别说是让我等下田劳作了，就是让我等去街上贩卖都可以。就在此时，周善骑马赶到国子监。陛下，周尚书来了，您是不是要？没事，他注意不到朕，朕在这里看看。小姐，周尚书也来了。来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小姐，我是担心燕王爷刚打了周兴，周善就来了，万一……难道你觉得周善能做到稳坐吏部尚书那么多年，还能和杨阁老、叶学士一起担任内阁那么多年，城府能是一个周兴比得了的？小姐，你说的对。你说燕王爷弄出这么一出是为了什么呢？何必与满朝的士族作对呢？如此一来，对他来说岂不是……也许他真的看不惯这大前朝堂的风气吧。下官见过燕王殿下。尚书大人，这是找本王算账来了。不敢不敢，下官怎么可能敢找燕王殿下算账？在下来此乃是为了家兄赔礼而来。家兄年岁大了，有时候有些老糊涂了，有言论不当的地方，还望燕王殿下莫要往心里去。周尚书客气了，是本王行事过于莽撞了一些，让大人劳心了才是。是下官给燕王殿下添麻烦了才是。我大贤以武力天下，以文治天下，以农为国之根基。如今承安已久，倒是让这些士族子弟不知国之根本在何处，忘记了自己立身之本，是我这个吏部尚书之过才是。周尚书，如你刚才所看到的，本王确实瞧不上眼下的这一帮国子监的士子，整日里张口闭口仁义礼智信，背地里却尽是各种鸡鸣狗盗，让他们纸上谈兵可以，可真正实行起来却是一塌糊涂。所以今日本王让他们劳作，开垦这片荒田。这事情只怕要经过陛下的同意，毕竟国子监乃是我大贤官员储备之地，一举一动都关乎我大贤朝堂安稳。不用请奏了，朕觉得燕王说的在理。儿臣拜见父皇。微臣参见陛下。刚才的事情我在外面已经听到了，大概的过程也有所了解。朕觉得燕王说的并没有错，而这国子监也确实该整改整改。至于这国子监改革之事，依我看就交给燕王和张夫子了。儿臣遵旨。这尼玛算什么？这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燕王，你跟我过来一趟。是，父皇。这一圈国子监走下来，感觉如何？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你老子我要听的自然是真话。说真话，怕你不爱听。你说就行了，你管我爱听不爱听？简单概括就是2个字：割裂。士族阶层和民间百姓的割裂。这帮国子监的监生和大儒刑不上大夫，他们听进去了；为天子牧民的作威作福，他们也听进去了。可就是没听进去，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百姓。至于什么报效国家、造福百姓，那估计是更加没有。而且我感觉……你感觉什么？我说还是不说？你要是不想我说，我就不说了。你说呗，你老子我不是没治你罪吗？在我看来，国子监是大前朝堂的官员储备之地，国子监都能如此，那放到地方应该更加严重。所以大前朝局的情况应该不是那么简单。你看我干嘛？你知道我为什么明知道国子监的情况如此，还任由周兴在这里，任由周善把持着吏部吗？听真话假话？真话。因为你不是开国君主，你只是一个守城之君，再加上大前积重难返和前朝留下的弊端，你能做的也就是平衡朝局，拉一派打一派，以此维持朝局不至于彻底的崩塌。你他娘的就不能给你老子我一点面子？父皇，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既然你都明白，你老子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但有一点你还是要记住，如果你能拉拢好张世伟，于你而言能得到的东西绝不下于一个周家。同时你也要小心周家，今日你我父子调走了周兴，等于是断了周家的一臂。周善此人不敢为难你老子我，但明里暗里必然会为难你，尤其是在赈灾之事上。燕王爷，这国子监日后就有劳了。周大人客气了，这不过是本王分内之事罢了。既如此，那本官先告退了。那本王送周大人。王爷您还有要事要忙，下官又岂敢劳烦王爷相送。小姐，这一次燕王殿下回来，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呢。是啊，确实是有些不一样了。彩云，今晚之后给张夫子说一声，替我告假一段时间，就说我身体不舒服，想要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小姐，你要干嘛？你别管，按我说的做就行。哼，这就开始心疼自家未来的夫君了，口不对心嘛。张夫子有什么话说便是。
既然如此，那老臣也就说了，主家把持国子监合力部多年，不管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不少的人脉。而赈灾之事，抢的是天时，抢的是人和。若是等燕王爷您到了地方，那些地方官员对燕王爷您阳奉阴违，一旦错过了最佳的赈灾时间，汛期一来，百姓就会流离失所，甚至会激起民变。到了那时，你说陛下这是保你还是惩戒你？保你那就难以平息百姓怒火，不保你那燕王爷您又该如何自处呢？难道再回幽州吗？其实本王还真的想回幽州。王爷，您别闹，自古以来哪有皇子喜欢天安一隅的？难道您对？其实本王心中倒是真的并无什么大志。老夫今日斗胆直言一句，请王爷争这大位，为了自己，也为了天下之百姓。张夫子，你让我想想吧。这玉符乃是我的信物，王爷您收着。等过些时，您去潜水赈灾之时，若是遭遇地方阻拦，给你阳奉阴违，上下勾连欺瞒与您，你就拿出此物，他们自然也就明白。如此，多谢张夫子了。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老夫今日斗胆直言一句，请王爷争这大位，为了自己，也为了天下之百姓。张夫子，你让我想想吧。这玉符乃是我的信物，王爷您收着。等过些时，您去潜水赈灾之时，若是遭遇地方阻拦，给你阳奉阴违，上下勾连欺瞒与您，你就拿出此物，他们自然也就明白。如此，多谢张夫子了。请燕王爷为我国子监未来学子治学。治学，本王不会治学。夫子，这治学篇之事，本王就不献丑了。但国子监的改革势在必行，重在育人，重在德行教导。那燕王爷觉得如何育人？同甘共苦。如何同甘共苦？大钱国本是何物？自然是农业。既然为农业，那为何不让国子监的监生下乡3年，深入地方体察百姓之苦？只有让他们吃得了百姓之苦，方才知道百姓之难，如此便是同甘共苦。王爷此举，老夫极为赞同。但若是让国子监内的那帮监生下乡3年，半工半读，只怕难以实行。能开除不？能开除。可如此一来，王爷您得罪的人岂不是？夫子觉得，便是本王什么都不做，便能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吗？如夫子所言，本王既然从幽州回来了，就等于踏入了大前朝堂的漩涡中心。本王已经得罪了周家，何至于再怕多得罪一些人？狮子多了，还怕被咬吗？下官代我大前百姓谢过燕王殿下。夫子您客气了，本王此举并非什么圣人之举，而是本王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如今以周家为首的氏族已经是本王如眼中钉肉中刺，如今若是再去巴结他们，反倒是落了下乘，倒不如团结如夫子这般的大钱清流。而且整顿国子监对于本王而言，亦是培植自己亲信之举。若是能在此处给予黎民百姓益处，本王自然乐意。于我而言，也是名利双收之举嘛。那不知道燕王殿下除了此举之外，还有什么要做的？下官定鼎力支持。国子监现在生源都是来自何处？士族占比多少？寒门占比多少？平民占比多少？目前国子监内监生一共3000人，其中300人来自于当朝3品官员以上的世家大族子弟，文武皆有；700人来自于当朝5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子弟；1300人来自于当朝5品到8品以上的官员家族子弟，同样文武不限制。那寒门和平民呢？寒门和平民一共只有200人。听夫子这么一说，本王似乎也明白了这国子监的改革为何会如此艰难了。本王有一个想法，夫子你看可有实行的可能？王爷，您要做什么？不妨与下官说说。保留当前国子监内的监生数量，对国子监进行扩充。在这些监生之外，再从大前9州24府招揽人才进行培养，开设不同的科目，不再局限于目前国子监内主要研读经史典籍，可学水利，可学农桑，可学算术，可学纺织，招募军武之人，开设军武学堂，开设上医堂，培养大夫，开设土木建筑学，重点培养工部所需人才。另外，在国子监的基础上，拆分3等不同等级学院，按照所学简易划分为初、中、高3种不同学府，国子监为统筹，每一个初、中、高3等学府晋升皆由考试选拔进行，至于所考取的内容，皆由其入学之时所学科目决定。如今国子监内所学的儒学、史学、文学为基础，重点考核项目依旧为各自入学之时所学科目。至于人才选拔，则从民间挑选，凡10岁以上
适龄儿童皆可入学，士族、寒门、平民子弟皆可，其中士族3000人，寒门3000人，平民3000人。前3年入学所需花费皆由户部拨付，此事由我待会与父皇呈奏。前3年免费，后3年之后进行半工半读，统一食宿，统一作息。期间每年设立考核机制，好吃懒做者、偷奸耍滑者一律开除，人数暂定为9000人，加上原来的国子监人数，整个国子监人数扩充为12000人。燕王爷，你这是阳谋啊！老夫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国子监内教书，但人脉还是有的。王爷所需的人才，老夫会在1个月内给王爷您找齐。随着政策的落地，一封封弹劾下人的奏折更是如雪花一般向着赵崇远的案台上飞去。你的想法，张侍卫已经通过奏折呈报给我了，出发点不错，设想也挺好，同时胆子也很大，但也低估了这件事若是实行下去的难度。你的意思是，那些世家大族会从别的地方阻挠？不错，不仅会阻挠，而且还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那老爷子，这不是看你了吗？你想让我怎么做？大笔一挥，该杀的杀，该法办的法办，该撤职的撤职，这事不就成了？那如果那帮人表面上应付，暗地里给你下绊子呢？那就单独成立一个部门机构，特事特办。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能用到的人都是世家大族的人，你又该怎么办？毕竟这事情是要有人做的，排除了世家大族的人，那你又靠着谁深入地方的筛选人才？又如何能保证你筛选的人才都是你想要的人才？此话一出，虾人顿时陷入了沉默，一时之间也察觉到了这事的难办之处。爹，你今日唤我来此，应该不仅仅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实行起来的难度吧？你最近去清河坊吧？你啥意思啊？你让你儿子我去青楼？你别多管，你去就行了。把清真的小子给我带上。啥？清真还没成年吧？谁让你带他去青楼了？我是让你带他去体验民间疾苦，他不是吵着嚷着要体验民间疾苦吗？你带着他去就成。那要是出宫发生了什么怎么办？不缺胳膊少腿就行。狠，果然还是你狠。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哭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了。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九叔，你怎么把我带到这来了？你不是经常和宫里那群小太监玩这些扮演市井的游戏吗？九叔，我今天给你挑选的地方怎么样？好，简直是太好了。九叔，我就知道你是最疼我的了。换上这个。九叔，这多久没洗了呀？都馊了，而且破破烂烂的，怎么穿啊？这就退缩了。我为什么要退缩？我就是来体验民间疾苦的。好小子，算你有种！记住，你是我大钱的皇储，更应该明白底层的疾苦，日后才能造福大钱。可九叔，他们不是说皇爷爷要扶你当皇储吗？我对那玩意没兴趣。你要是做得好，九叔我自然就给你；但你做不好，九叔我自然就会抢过来。其实，如果九叔你愿意，我可以让你，因为我感觉你比我更加适合这个位置，甚至你比我富。别说了，烂在肚子里面。你爹是我大哥，一辈子的大哥，你是我侄子，一辈子的侄子。好好干，九叔相信你。张三，去码头里面把这个码头的头头叫过来。是王爷。去把你们家的头头叫过来，就说我家公子叫他。是。公子，你找小的何事？这家伙10个铜板卖给你，让他干啥都行，别弄死弄残就好了。太瘦了，7个铜板。好，7个就7个。公子以后要是还有这事，就去应天青田大街18号找我，别人姓天。好的，记下了。王爷，咱真的不管了吗？管事肯定要管的，但不能让清真这小子发现。你找2个人蹲在这附近看住清真，记住别让他发现。另外给我找个人摸一摸这个田氏商行的老底。是，王爷。小姐，那是燕王爷吗？燕王，他怎么在这里？小姐，你说燕王爷他是不是也发现了田氏商行的秘密？你当他是神仙吗？什么都能知道的。小姐，也许燕王爷真的发现了呢。你这丫头是动了春心吧？哪有啊，人家只是感觉燕王爷和别人不一样。你看国子监的乱象多久了，燕王爷一来，国子监就变了。那你怎么不想想，现在朝廷里面对于他的弹劾有多少？那小姐，您这不是在给燕王爷要牌了吗？你说什么东西呢？你家小姐我这是为民除害啊！对，小姐您这是为民除害。可之前我咋没看你这么上心呢？您说您都盯了多久了？几天没去国子监了？你个死丫头，找打！王爷，咱什么时候寄信回幽州啊？寄信回幽州干啥？咱没银子了呀。当初咱来应天的时候，您就让我们带了3万两银子。这段时间咱又是置办宅子，又是招揽下人的，这王府和家具就花了2万多两。你个败家子，咱为啥要自己买宅院啊？京城不是有王府吗？您不是嫌弃那宅子太小，而且靠近秦王爷和赵王爷，所以您不要让咱另外购置吗？这几天绿桃都在忙活这事呢。
我说过吗？那我不是还有55万两银子吗？就是我从那个……绿桃说这银子要留给您以后扩招国子监的时候用，动不得。你给绿桃说一下，让他通融一点，先拿出5万两银子给王爷，我就急。王爷，您不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动用绿桃给您存下来的银子吗？您这……那我的俸禄呢？王爷，王公公给咱们说，今年大钱国库空虚，财政艰难，所以您的俸禄要推迟发。推迟发？他要饿死我啊！那咱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银子？200两。奉旨勾栏听取，你不给老子银子，老子听个屁！回去回去。王爷，咱不去吃海鲜了呀？你喜欢喝素茶不？喝素茶有鸡毛意思，我想吃海鲜。那不就得了？快点快点！操你妈！天天吃的不少，干点事情都干不好，老子打死你个王八蛋！你刚来不懂这事情，你别出头。皇长孙莫要惊讶，小人乃是魏国公府之人，受我家小姐所托，在此追查这田氏商行之事。徐家小姨也知道这事情了。皇长孙，此事暂时不宜多说，等我拿到了证据之后，小人再和你说。明白明白。就在此时，不远处有一艘货船行驶而来。那是官船，他们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利用官船私运货物。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不搬东西想死啊！箱子虽然很大，但却不是很重。抬起之时，里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金属撞击声。这么多银子，借着官船运到京城，这目的是什么？而这些银子又来自于哪里？就在此时，徐若云带着100人骑马冲了过来。快点，把所有棍夫都给我杀了！随着田横的话音落下，那些站在甲板上的护卫顿时抽出长刀，向着赵青斩短冲来。王爷，出事了！快过去！所有人都不要动，乱动者死。王爷，那牛角鞠躬，想要拉开，起码要有3担的力气，更别说连射4箭，还脸不红气不喘。徐小姐有点……这尼玛，以后不会被家暴吧？我想退婚，可以吗？你们是谁？我是田氏商行的田横，我身后站的是周家。魏国公府，魏家。燕王爷，我家小姐让我转告您一句话，这田氏商行背后的秘密不简单，若是您深挖的话，没准对您日后要推行之事有些帮助。给我带一句话，替我谢谢你家小姐了。是，王爷。姐夫，你要救我啊！你要救我啊！早让你收手，你非不听，现在出事了，谁能救得了你？我收手了，这是最后一批了。这一次都有哪些家族？你给我说，你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张家、李家、陆家、钱家，还有孙家，以及扬州巡道司衙门胡柳、青州巡道司衙门刘全。难道你不知道现在青州和扬州极其的敏感吗？难道你不知道就连我都被圣上调出了国子监，打发去了太常寺吗？你怎么还敢和那些家族藕断丝连？可往年都是这样的啊。往年是往年，今年是今年，今年和往年能比吗？你给我说说，这一次到底有多少两银子？这些银子又都是用来干什么的？一共10万两银子，5万两是孝敬咱们的，另外5万两是为了让我给他们囤粮，趁着雨期没来，给他们运回青州和扬州。什么叫咱们？你别扯上我。今年朝廷是对于水灾有预案，可并不意味着钱水真的会泛滥。那张家、李家、陆家、钱家还有孙家现在就提前让你囤粮，这是什么意思？兄长，刚才他说的咱们是什么意思？你也搅和进去了。既然你们不愿意说，那今日这事也就当我不知道，日后也别求着我。周大人，你要是不救我，那我真的要完了。你先听我说。说什么？让我听你们那些龌龊事？你真当陛下不敢对我们周家动手吗？你清高，你了不起，你只想保住你的乌纱帽。你要是没了我们氏族的支持，你觉得你这内阁之位、吏部尚书之位还能做多久？听着周兴这话，周善的脚步也渐渐的停了下来。找个信得过的人，给他一笔银子，让他带着你的一个子嗣即刻离开应天吧。第二日，吏部尚书周善一身素衣而来，手上抱着叠放整齐的官袍。陛下，罪臣御下不严，没有治理好家风，致使自己堂兄与吏部主事齐臣勾结往来，暗中输送利益，扶持民间商人压榨百姓，官船私用，请求大义灭亲。周爱卿，你未曾参与此事，爵位职位不变，但罚俸3年。其兄长周兴流放边疆，其城收受贿赂，草菅人命，抄家出斩。商人田横秋后处斩，没收全部家产。同时，锦衣卫前往青州、扬州查抄张家、李家、陆家、钱家，还有孙家5大家族全部家产，逮捕青州和扬州巡道司衙门贿赂的官员。你虽是拥有100万雄师的王爷，却不敢对皇位有任何想法。因为你知道自己造反的胜算只有99%，所以你跑到边关口发育，一边向朝廷呼穷，一边建设封地。于是8年后的边疆外，一座座塔楼平地而起，一架架神机大炮立在城头，眼看着封地固若金汤。没想到皇帝派钦差召你回京了。你想干什么？回幽州啊！你让我整顿国子监的事情，我帮你搞定了。还有潜水赈灾的事情，杀了5大家族和2个巡道司衙门的官员，这些人的家产、赈灾的银两也就够了。你小子分析的还头头是道，想回去当你的土皇帝，想屁吃！
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有些不算数呢？你是不是想说什么君无戏言，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你老子我直白的告诉你，你老子我是小人，想回幽州，你想都别想，你自己看看吧。看什么呀？虾仁看了看奏折，现在南陈变天，温子恒在大禹皇室的支持之下，取代了袁氏一族当了皇帝。如此之下，不想着报杀子之仇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现在还要回去吗？那我觉得我更要回去了。不愧是咱的种，有你老子当年的风范。说完，随手掏出另外一个奏折递给虾仁。温子恒想和我大前互市，他到底想干什么？我打死都不信他真的不在意杀子之仇。所以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时候，与其在思索到底要不要与南陈互市的问题，倒不如试探试探北凉那边的态度。试探就不必试探了，这是北凉请求联姻的折子，你们都出来吧。见过陛下，见过燕王爷。各位畅所欲言，但说无妨。老臣以为，如今大禹态度不明，又过于势大，温子恒如今又提出互市之法，我大前自当应允。至于北凉皇室请求联姻之事，倒也可以应允。两边押宝自古以来就是国与国之间交流常用的手段。老太师之言，我不敢苟同。如今南陈局势稍缓，而那温子恒又刚刚登基，需要安抚前朝旧臣，扫除前朝余事。现在趁他根基不稳，动手是最好的时机。与其互市换来铁矿，倒不如直接去抢。至于和北凉联姻之事，我觉得可以。张老夫子你呢？此事我想先听听燕王爷的建议，毕竟近几年来和南陈打交道最多的那唯有燕王呀。既然张老夫子要我说说想法，那我也就说说。儿臣认为旧臣袁氏覆灭，但忠于袁氏之人还在，我等可给予一定援助，让其拖住温子恒的平定叛乱的兵力，借此消耗南陈的国力。可若是这么做的话，南城那边只怕会借口说我大前向其宣战，而大禹那边也会找到动手的理由。到了那时，我大前可能就要面对两国之力。诸位既然知晓本王在幽州待了8年，只怕如今幽州到底是何模样，父皇也告知了诸位。实不相瞒，在下在幽州曾豢养了一支漠北骑兵，且与我幽州有生意往来的漠北部落就有3家之多。这3个部落若是武装起来，完全可以从大禹的后方对大禹进行骚扰。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猛然一惊，便是赵重远的眼神望向虾仁之时都有些变了。漠北一族3个部落，燕王爷的想法过于简单。若是那漠北3个部落之人拿着燕王爷您给的装备，反过来倒打一耙，我等又该如何防备？毕竟我们能给漠北一族的，大禹也能给，甚至大禹能给的更多。如此之下，又该何解？不错，我等能给，大禹自言也能给，而且漠北之人向来狡猾多端，背信弃义之事在历史上并未少干过。一旦以后与我大前开战，我大前如何能抵挡得了那些漠北一族？总不能再组织一次吴国联军吧？到了那时，只怕也无人愿意与我大前结盟。本王既然能够让自古以来便桀骜不驯的漠北一族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做生意，那自然也有让他们忌惮的手段。所谓的武装，自然是在本王掌控之下的武装，便是他们壮大了，本王亦是不惧。好，说得好，我大前的皇子就该有如此气概，有你老子，我当年3分气象。如今可以利用漠北一族在边境骚扰大禹，可短时间内让大禹分心无力，难以挥兵走出天通关。此时可以再扶持旧臣势力，牵扯住温子恒平乱的兵力，让其无法快速的将南陈统合成一块。南陈无惧。如今我大前最大的弊端就是缺少足够的铁矿，冶炼技术也相对于落后一些，可以借着北凉联姻之势补足冶炼方面的不足，以此打造出更多的器械兵甲出来。如此一来，我大前军威强盛，又何惧那些所谓的流言蜚语？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弩箭射程之内。与其等待，不如抓紧时间发育。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弩箭射程之内。好好好，但在此之前，还有一步大棋要走。什么大棋？那就是搞一出苦肉计，比如说将本王贬回幽州。这小子什么苦肉计，什么贬回幽州，就是纯粹的想要撂挑子。暗中援助南陈救市的事情，以及暗中武装漠北一族之事，朕觉得都可以，但这苦肉计便算了。父皇，如今幽州危急，儿臣作为镇守幽州的藩王，岂可不回去主持大局？况且那我幽州，不管是和南陈还是和漠北，皆有接壤。如今正是儿臣回去主持大局的时候。我记得你在幽州之时，有个管家叫胡三，为人聪明机警。你走后，幽州的大局基本上都是由他掌握吧？我看他干的也不错。还有一个叫牛不斗的统领，孔武有力，而且治军也颇有一些手段。依朕看，就由他们2人去处理此事足矣。卧槽，狗皇帝眼线真多！父皇，儿臣回京城也有2个月了，这2个月没见我幽州的百姓，儿臣心底甚是想念啊！你母后也甚是想念，你总不能让你母后一个人留在京城吧？况且你大哥……父皇，儿臣可以将母后带回幽州。
霞儿，你老子我知道你对于这位置没什么想法，但是这次北凉的事情你要给我办好，不仅要办好，而且要办得漂亮，其他人我不放心。而且这一次北凉联姻的对象是你的老熟人哦。老熟人萧玉奴，我说你能把手伸的再长点吗？说吧，要我干啥？和北凉联姻啊？老头子，你疯了！前脚京城还在传你要赐婚徐家，把徐若云嫁给我，后脚你又让我去北凉联姻，你这让徐家人作何感想？你这是真的不怕自家后院着火啊？徐家之事你无需担心，我就问你，你愿意不愿意？你确定你能安抚得住魏国公？老头子，你不会真的想和那元庆一样吧？去，什么老头子，没大没小的，叫爹。爹，哎，这联姻之事我应下了，出使北凉之事我也会去，但婚约之事还是要按照之前说的办，不能委屈了徐家，也不能委屈了徐若云。好，这才是我赵重远的儿子。什么萧道成，什么北凉皇室，到了此时，他若是还端着架子，那我大钱也不惧他。我这就修书一份给北凉皇室，答应他们的联姻之行。然后你准备一下，和杨府一起带队去北凉一趟。此事关乎我大钱的未来，你万不可大意。是父皇。玄甲军奉陛下之命，在此恭迎大前九皇子燕王殿下入城。王爷，北凉的人来者不善啊！张三，你下去看看。是王爷。城中有禁令，不许带着刀兵甲胄入内，烦请诸位使团成员解除刀兵，带百名随从入内便可。你什么意思啊？我大前使团受你家梁皇之邀，待陛下旨意而来，你等却在此故意刁难我等，到底是何意？请卸甲。大胆！北凉这群崽子到底是遗族，有求于我大前，却偏偏要给我大前以下马威，好歹毒的心思。王爷，大不了咱们就干了。张三同样怒气有些上涌，自从虾仁来了幽州之后，他何曾受过这个鸟气？久闻北凉玄甲军精锐莫名，北凉皇族更是以礼闻名列国。如今这里本王倒是领教了。张三，没听到这是梁皇之命吗？我等既然来了大梁，那就按照梁皇之命行事，赶紧收了佩剑。若是伤了两国和气不好。是王爷。指官过来，记。是王爷。景元21年，梁皇与国书遣前，燕王虾奉旨赴梁洛联姻，然梁国无礼，阻燕王虾于洛阳城。随着虾仁一字一句的落下，在场的北凉玄甲军的脸色顿时大变，为首的那名玄甲军将领脸色更是露出一丝惶恐。好，燕王爷手段在下领教了，手底下人不懂事，倒是让燕王爷见笑了。就在此时，一名穿着明黄色蟒袍的青年拍着巴掌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北凉太子萧定轩。狗东西眼镜长哪去了？看不见这是大前的燕王殿下，还不快给燕王殿下赔礼道歉？末将死礼，还望燕王殿下莫怪。刚才的事情记下了吗？记下了。再加一句，得梁太子旋出面迎燕王虾入城。慢着。纪嘉华54年，帝遣使者与国书于前燕王虾奉前皇使入帝都联姻，然叛将王华密谋造反，蓄意破坏两国邦交，阻前燕王虾于洛阳，得太子玄化解，斩叛将王华于城下。你看看，今日本太子倒是要谢谢燕王殿下了。若非燕王殿下，本太子倒也无法发现这京城之内居然还有残余乱党。是啊，我也没想到，居然还有乱党呢。哎，都是本太子大意了，让燕王爷见笑了。没事，毕竟藏得深嘛。既然如此，那就请燕王爷入城了。自然。大前九皇子虾仁携大前使团参见梁皇陛下。他就是九皇子虾仁。姐姐，那就是虾仁。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虾仁才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今日大宴本是为了大前九皇子以及诸位大前贵使所举办，却不曾想远方的朋友大于同样前使而来，朕略微一琢磨，便将这两场宴会合并举办，如此前于200年友谊长存。今日卿等当要尽兴，不醉不归。陛下美意，外臣自然不能辜负，仅以杯中之酒，以谢陛下今日款待。光有美酒和佳肴还不够尽心，当有美人伴舞。来人传公孙先生入殿，今日朕请诸位共赏我北凉第一剑舞。公孙大娘，在他的记忆中，前世历史之中也同样有一人名为公孙大娘，擅长剑舞，而且出生在盛唐之时，乃是一位奇女子，以一己之力成就3圣之道。美女参见陛下。开始吧。公孙大娘剑舞闻名于世，就是在下在我大禹之时也曾听闻，但无缘一见。今日得梁皇款待，设宴于此，终有一饱眼福之机。且今日又是我于梁前定下100年安居之计，若是仅仅由寻常乐师为其配乐，怕是难以名传青史，少了成就一段佳话之美名。不若就由这位燕王爷为公孙大娘配乐一首如何？大胆！民女自幼习剑舞，便是不用伴奏亦能游刃有余。至于能不能名留青史之事，民女更是万万不敢想。还望这位大人莫要为难小女子。
公孙先生之名，举世皆知，便是在下都仰慕许久。又使得一手剑舞出神入化，如此贤才，岂能错过这名留青史的机会？在下这是在助先生，而非为难先生。够了，刘御史，此乃我大梁之地，非你大虞之地，更非南臣，还是收起你大虞的做派，免得朕不念于皇的面子，将你驱逐。到时候落了面皮的可就是你自己。梁皇何必动怒？在下如此做也是为了给大梁留下一段佳话而已。成全的可是大梁，而非我大虞。闭嘴！来人！慢着！前梁两国联姻在即，不日本王便要迎娶陛下之6女，虞国互为友邻，于情本王也要礼称陛下一声岳父，不过就是一曲而已，谈有何妨？倒是莫要吓着公孙先生才是。王爷，我无妨，请罢。不知王爷要用何气，要弹何曲？公孙先生，本王手中有一曲，恰好适合今日之景。若是弹出，不知公孙先生可否为其配上一曲？王爷不妨小奏一曲，给妾身听上一听如何？以在下对于剑舞之造诣，虽不敢说立刻编撰出一套剑舞与王爷所配之舞曲极为贴合，但也有把握尽可能的按照王爷所奏之曲舞出一道剑舞。好，拿琵琶来。慢着，今日既然由燕王配曲，寻常的琵琶怕是难以配上燕王之姿。来人，去将朕收藏的风苏坊染罗钿草琵琶取来。